这个女孩本是超级富二代，却被无良老头拐走，导致她每天天还未亮就起床打坐，天亮了又要上山采药，最后天黑之前还要学习各种道法。此时才4岁半，却要被赶下山。徒儿，咱们宗门破产了。啊，师傅，什么是破产？为师前些时日下山与人对赌，输了山门，这宗门内的一切物品都要成为别人的了。呀，师傅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徒儿，你已经4岁半了，不再是3岁小儿了，要开始学会自强自立。待会你师兄会过来接你下山，为师也要去云游四海。师傅，徒儿，为师一直没告诉你身世的真相，你其实是为师4年前从人家宴会中带上山来的。啊，难道自己不是孤儿，父母仍在？你生于富贵之家，家里好像是做房地产的。你百日宴之时，为师见你骨骼惊奇，灵根充裕，就将你带上山来。临走前留了一字条，相约12年后归还他们。师傅，你这不叫带，叫拐，拐带诱儿。怎么能叫拐？谁会对拐来的人这么好？小没良心的！这几年给你泡澡用的药材，若拿去卖，至少值几个亿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徒儿，时间无多，为师给你交代几件事，你可要铭记于心。好的。这是5味石，你常偷来用，其中用途我就不说了。为师送你，这是砭石神针，1道中的至宝，你可要小心收好。下山后一定要隐蔽收藏。这是缥缈天书，以你现在的修为，看到的可能全是白纸，等你长大以后修为上来，自然可以看见里面的内容。呀，这些可都是师傅不让动的东西，有几次动了都被师傅打屁屁。徒儿可曾记下？师傅，我全记下了。若非本次宗门有难，为师怎舍得撒下这个谎让你下山？为师还有好多本事没教你呢，这次把宗门至宝全托付在你身上，也不知是对是错。见师傅眼眶湿润，小女娃眼中泪花像水龙头开闸，哇的一声，2行晶莹剔透的清泪凶猛地往下掉。师傅，弟子冷夜姬回来了。夜姬，你随我来。院中独留小女娃一人，抹着泪水。小师妹，走，师兄带你下山。师傅呢？师傅年纪大了，见不得沉甸甸的离别，他就不送你了，有缘自会再相见的。师傅保重。小姑娘才4岁半就被师傅赶下山。2天后，柔柔跟随冷夜姬来到一条玉石街的古玩店前，冷夜姬打开门锁。师妹，这是师兄开的古玩店，没人知道我的真名，你以后见了我就叫我王老板。为什么呀？这是一种身份掩饰，隐藏的越好，我就能更好的保护你。好的呀。柔柔郑重的点点头，她从未下过山，对周边琳琅满目的商铺满是好奇。糖葫芦，卖糖葫芦喽，1元1串的糖葫芦。师妹，你现在去站到那棵树下，我现在想办法通知你的家人，你就在那等着，等他们来接你。记住，千万别跟外人说起我是你师兄。这个师兄神神秘秘的，到家了茶也不让喝一口就撵人走。路人皆对他的穿着以及插着倒簪的古式盘发方式充满了好奇。柔柔走到老树下，憨态可掬的安静站立。哪来的萌娃？太漂亮了，像个瓷娃娃。身上的装扮好奇怪，是从古代穿越来的吗？感觉怪怪的，小姑娘身上仿佛有股仙气啊，好想把小姑娘给抱回家。终于有人上前。小姑娘在等谁呢？你爸爸妈妈呢？如果你叫得出我名字，我就跟你说话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，王八蛋老板带着小姨子跑路了，原价都是100多，200多的钱包，通通20块，通通20块。师傅说宗门破产了，是不是也是倒闭了？师傅说的云游四海，会不会也是跟人跑路了？难怪师傅把宝贝都给我了，哼！师傅一定是跟隔壁山上的仙姑跑了，才不要我的，老杂毛，坏！之后，一道道急速的刹车声响彻，3辆黑色轿车驶来，急速靠边停下。先是下来几个黑色西装大汉，身形如标枪般挺立，快速的过来分开围观人群。一道车门打开，下来一个美艳的丽人，肤白胜雪，杏眼桃腮，气质高贵，身上的珠光宝气就可看出她的不凡。宝贝，等下你得先叫出我的名字，我才跟你说话。美艳丽人一愣，还会通过考验人来保护自己。你姓安，还有个思字。丽人也留了一手，以免被动。没错，我就是缥缈仙宗唯一女弟子安思柔。柔柔的名字一出口，美艳丽人就泪如雨下。宝贝，妈妈带你回家。此时车上还下来了一位高大男子，目睹着一切，西装笔挺，俊颜冷厉。她真是我的女儿吗？久经名利场的他多了一丝慎重，因为这几年来说是找到他女儿的人已不下10几个，但每次都是失望至极。在他心里，只有亲子鉴定才能说明一切。
不过，小女娃身上的道袍装扮却给了她更多的信心，因为当年百日宴上，即使在室内也刮起一阵怪风，吹得人睁不开眼，然后宝贝女儿就不见了，还留下一张字条，语道有缘，收其为徒，12年后还之，勿找。柔柔，你从哪里来呀？云雾山。那你平时在山里都做些什么呀？5更起床打坐，日上3竿分药、减药，日落之后学把脉旺气。你才4岁多就开始干活了？3岁之前天天泡澡，泡在药材里。不过师傅会在一旁讲道：柔柔的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，吹弹可破，还真是让人羡慕。难道是泡澡的功效？师傅说这几年给我泡澡的药材值几个亿，下次见到师傅记得还他。拐了我的女儿，还敢谈钱，若真见到，不打断他一条腿才怪。你怎么提前下山了？不是说好12年的吗？哎，宗门破产了，师傅跟隔壁山上的仙姑跑路了。呵呵，可，你在山上都学了什么？洗衣、做饭、捡药、焚香、种菜、驱虫、打兽。才多大的孩子啊，就要干这么多体力活？师傅可好玩了，这么多师兄，只有我能拔师傅的胡子，哈哈哈！趁着柔柔乐个不停，安景轩趁其不注意，拔了1-2根柔柔的头发藏了起来。你还有很多师兄？有的呀，在宗门里有10几个，外面还有不少。最大的师兄80多岁，最小的13岁。不过他们都不陪我玩，说我是小老虎。哎呀，过几天就是师傅120大寿了。这不科学呀！柔柔，你这是法术？什么是法术？那你刚才变纸为火是什么？哦，这就是道啊，每天打坐就是学半天道。那你懂多少这种道？师傅说我是先天道体，入了门就无师自通，想学多少就多少，而且一学就会。好多师兄30-40岁都没有我厉害。这娃太生猛了，而且他还说懂很多种道法，彪悍的不敢想象。咦，到家了，先回家吧。爸妈，柔柔带回来了，我有很强烈的感觉，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柔柔。可能孩子还认生，现在还没开口叫我们做爸爸妈妈呢。柔柔一直盯着奶奶看，把奶奶盯得为之一愣，不明所以。奶奶，你有血光之灾？妈，柔柔可能没在开玩笑。柔柔，你有办法帮奶奶解决吗？奶奶，麻烦你蹲下来一下。咒破，血光之灾破了，奶奶你平安了。小师傅师从何人呀？不知道，师傅从来不说，也不许我问，就让我叫他师傅。那小师傅可有道号？缥缈仙宗坤道雨柔道人。师傅说了，按辈分，但凡其他宗门与客见我，都得叫我一声爷。柔柔长得太可人，也极具亲和力，很快就与爷爷奶奶打成一片，被宠得又亲又抱的。安景轩则去将发丝交给助理，让其去做亲子鉴定。老爷、少爷可以用餐了。柔柔，饿了吧？走，爷爷带你吃饭去。柔柔，要不把你的布袋取下来吧？见你一天都背着布辛苦吗？不行，这里面全都是我的宝贝。好，柔柔的宝贝一定很重要，爷爷不提了。这是什么？鲍鱼。这又是什么？海参、大虾、海螺。什么时候可以吃？现在就可以呀。柔柔你先吃，呵呵。柔柔毫不客气就夹了一只掌心大的鲍鱼捧起来，小嘴嘟嘟吧唧吧唧，吃得不亦乐乎。这娃之前得有多苦，好像没吃过东西一样。柔柔慢点吃，以后好吃的家里多的是。对了，以前你在修道的地方都吃些什么？豆腐、青菜、笋干、香菇，还不是经常有得吃。我师傅那老杂毛坏得很，有时3天才给我吃一顿饭。太不人道了，这不是虐待儿童吗？夏雨墨听到只有素菜时就心里一揪，听到有时3天才能吃一顿时，眼睛微微泛红，毕竟母子连心呀。安景轩则更加坚定了，一旦见到他师傅，一定要抽他的筋，剥他的皮。呀，这是什么？牛肉呀！不行，我不能吃牛肉、猪肉、狗肉，只能吃羊肉。所有人都十分不解，望向柔柔。柔柔淡定地解释一句：道门有4忌，我更是只能吃比较纯净的东西，羊肉、鹿肉，还有水里游的才能吃。按照柔柔说的来，以后备餐时注意点。好的，老爷。东西都不错，就是做的太难吃了。这柔柔小姐嘴也太刁了吧！家里的厨子可是从5星级大酒店高薪聘请过来的，若让吴大厨听到，那还不当场气到吐血。等我过2天安顿好了，给你们做顿好吃的。好啊，到时候看柔柔做的东西有多美味。饭后，夏雨墨将柔柔带到她的房间。柔柔，这就是你的房间，爸爸妈妈的房间就在隔壁，有事就找爸爸妈妈。这位是婉欣姐姐，以后就是你的贴身保姆，她会负责照顾你。这些玩具太幼稚了吧？师傅说过我已经不是3岁小孩了。柔柔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妈妈说哦。有什么地方存放东西最安全？存放东西安全的话，就只有保险柜了。爸爸有一个，要不带你去看看？这个太弱了，
我一掌就能劈开。有更坚固的保险柜吗？柔柔，要不这样吧，爸爸妈妈陪你出一趟街，主要去买保险柜，顺便再买些好看的衣服，好不好？嗯呐。先生、小姐，这款保险柜主体结构使用的是钒钛合金，并设有多道防潮隔热层以及石墨层、活性炭层，可防导弹攻击、核辐射以及毒气。指纹孔孔双识别，一般用来保存世界顶级名贵字画，价格有点贵，600万。我就要它，把它放我房间里。就它了，苏助理，搞定这件事，送到小姐房间里。柔柔，柜子买了，咱们去买好看的衣服吧。买什么衣服？我只穿道袍。要不这样吧，凡事有个过渡，咱们去陈大师那里帮他定制几身道袍吧。陈老，我家孩子不喜欢穿其他衣服，就想穿道袍，要不你仿着他身上这一身，给他做几套不同花色的。陈老打量了一下柔柔身上的衣物，惊为天人，惊为天人呀！这道袍的面料用的是极品天蚕丝，黄色针线用的是黄金蜘蛛丝，抗拉强度甚至可以与制作防弹衣的凯夫拉纤维相比。不是说老杂毛坏得很吗？金色斜挂包用的是全黄金蜘蛛丝，防火防弹，值600万。倒簪是极罕见极品边石打磨而成，值300万。十方鞋材质不详，极其耐磨，价值不详。腰间一块玉玲珑，极品帝王绿，值1000万。柔柔，你不可能每天总穿一身衣服吧？要不在陈大师这里定制几身，布料虽然比不上，但款式肯定可以更漂亮，好吗？小姑娘，我帮你把道袍做得更修身一点，加上镶边、裙摆，让你穿起来像月华裙，怎么样？可以，但全要素色，青、粉、灰、黑、鹅黄都行，绝对不能用红色。好好好，材质决定价格，10万至60万一套可选。按他刚说的5个颜色，每套按60万的标准来制，就用你手上最顶级的材料。保险柜已运到柔柔房间，小心翼翼地将点石神针、缥缈天书放了进去。终于完成了师傅的嘱咐，师傅，我可把宝贝藏好了。与此同时，二老正在花园里看书、喝茶。安景轩跟二老说了一下保险柜跟衣物的见闻。要打雷了，快收衣服喽！小宝贝，怎么一打雷下雨你就特别高兴的样子？打雷好呀，我练功可以加倍提升。师傅说过，柔柔体内的属性是雷电属性，灵根还是世上最强悍的紫霄神雷。奶奶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练功了。奶奶缓缓地舒了一口气，望了一眼手上的自然与科学，嘴角露出一丝自嘲，然后将其甩向一边。第二天，安景轩手里捧着一份亲子鉴定，哈哈哈，果然是我的亲闺女。然后就拍成照片传到家族聊天群中。安老爷子夫妇心中大石落下，开心极了。此时的柔柔却满脸不高兴。柔柔呀，怎么看你有点不开心呀？爷爷，我要去找药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我要洗药澡，用清水洗不舒服。哪里？爷爷带你去，咱们安市下面好像有一家老字号的中药房。柔柔，要什么药材尽管说。百合、枸杞、冰片、白术、白檀香、松香乌烧蛇、血蝎、紫花地丁、紫冠凤凰草、九尾龙葵、白花蛇舌草、羚羊角、太子参、灵芝、五味子、蛇床子、木鳖子、闹阳花。这是神童吗？这么多药材名字都记得住？安董，有2味药闻所未闻，店里肯定没有。哪里？哪2味？紫冠凤凰草、九尾龙葵。那就用上等阿胶与高丽人参代替。小小年纪就有女王风范。爷爷，这药房是咱家的吗？当然是了。爷爷，可以送我2组药柜吗？把刚才的药材全放进药柜里。当然可以，不过药柜拿回去放哪呀？放我房间里呀，把玩具全扔了。送2组低尔的中药柜到柔柔小姐房间。还有这个木质药浴桶也被一并打包。柔柔呀，药材买好了，你现在是要回家，还是跟爷爷出去转转啊？那就跟爷爷走吧。好好好。安老爷子带着柔柔找老友嘚瑟来了。老安，哪拐来的小女娃，这么水灵，还穿道袍，你也不怕雷公收你？去，这个是我亲孙女，柔柔，叫周爷爷、赵爷爷好。哼，怎么柔柔不听话了？在家里时挺乖巧的呀。他们都是语客，我不能叫他们爷。小道童，我若亮出身份，别说让你叫我声爷爷，让你给我提鞋，你都不敢不从。是吗？爷爷，你还记得我的道号吗？什么缥缈仙踪、坤道、雨柔道人，对不对？道爷在上，有失远迎。
什么个情况？爷爷，我说过，但凡见到羽客，他们都得叫我生爷。无量寿，小道爷所修何道？无量符、一符、咒、诀。高不才只能修斋教。你们怎么都称我孙女为爷？外行了吧？道门里男为前道，女为坤道，不论男女，道行高深的人都称之为爷。道门里没有姐妹、道姑之称。另外，缥缈仙宗修的是玄道，比我们修斋教的辈分高一点。另外还有修降术、丹道的。小道爷，能不能演化一下玄门的本事，让我们这些只会祈福做法事的开开眼？此时不装逼，更待何时？柔柔，他们都是爷爷的好朋友，你就随便演示一下。好吧。咒，风起。道门不欺我，果然有仙人。小柔柔回到家后，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自己房间，因为定制的新衣服回来了。是新衣服喽。另一边，安景轩收到亲子鉴定结果后，就尽快处理完公事，提早回家。他要好好亲近一下自己女儿，在之前因没最后确定鉴定结果，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隔阂。现在一切障碍都没有了，她就是自己的宝贝女儿。什么情况？玩具都去哪了？万心，你怎么让柔柔自己洗衣服？啊，少爷，柔柔不让我们碰她的衣物，她说以后买来的衣物可让我们帮她洗，凡从宗门带来的所有物品都不让人碰。哦，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三少爷，你回来了。你就这么不愿意叫一声爸爸吗？不能叫，这是为你好。自回来后，你只叫了爷爷奶奶，却从未叫爸爸妈妈。这么多年，我也想听完的女儿亲口喊我一句妈妈呀。为了你们的气运，实在是不能叫。柔柔还是称呼你们为轩哥、莫姐吧。这小妮子从不开玩笑，难道真是叫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？听爸回来说，柔柔能呼风唤雨，那想必道家有道家的学问，女儿坚持也是有一定她的道理。轩哥、莫姐，为了表达我的敬意，我做顿饭给你们吃吧。一个4岁多的娃会做饭。听说了昨天新来的柔柔小姐口味刁钻的很呢。哼，山上来的丫头居然还吐槽我做的难吃。吴大厨，那个柔柔小姐来了。你说谁？天哪，好可爱！柔柔小姐，我姓吴，是这里的主厨，厨房油烟多，很容易伤到皮肤，你还是去其他地方玩吧。我来做饭的。长得还没灶台高，做啥饭？有阳春面吗？我还要葱、姜、蒜、羊肉。阳春面、鸡蛋面、挂面都有，但不能让你做。小姐还真要做饭呀？这么小的身子，估计连锅都端不起，太危险了，万一烫着了，管家会怪我的。放心，烫不着我，你让我做，等一下我奖励你1小碗。吴主厨，让他做吧，盯着就好，他本事大着了。是，少爷。你们都出去，厨房留给我就好。你们出去吧，我留在这。轩哥，你也出去。好吧，你小心点，别烫着。哇，又能吃到5味食调出来的食物了，好怀念呢。瓶子里装的是5味食，分别代表着酸甜苦辣咸。将石头取出，泡在小碗里，就能进出不同味道的调味液。接上集，小柔柔亲自做了一锅阳春面。你们可以进来了。好香啊！帮我端出去吧，轩哥，你叫莫姐，还有爷爷奶奶都来吃吧。大厨，我给你留了1小碗。浓而不散，真的好香。这汤面带着一股特殊的浓香，吃了一辈子饭却从未闻过这种香味，简直是人间美味啊！这汤面带着一股特殊的浓香，吃了一辈子却从未闻过这种香味啊！这汤像牛奶一样丝滑醇香，像干裂清泉般清甜，太美味了。羊肉软而鲜美，葱油香芋四溢。这不可思议。怎么样？好吃吧？柔柔真棒，奶奶一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。我们柔柔心灵手巧，爷爷给你点赞。不错，比米其林大厨更有水平。哈哈哈，你们不用这么夸我了，以后我还会煮的，但不能经常。此时厨房里的大厨正在怀疑人生，欲哭无泪。太美味了，这是一种震撼灵魂的美味，感觉20年的厨艺生涯都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柔柔小姐真是只留1小碗呢，完全不够吃怎么办？只能等待柔柔小姐下次再下厨的时候，好好的巴结一番，争取留多一点可以吃。
奶奶一早就起来张罗，今晚要在大宅内举行晚宴，迎接柔柔的回归。一些重要的亲朋戚友都会到来。小宝贝，哎呦，这么小就如此勤奋，要是我每个孙子都像你一样，我睡觉都会笑醒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呀？你有个大伯，还有姑姑，2个堂哥，1个表哥。宝贝呀，今天你可别乱出门了，说不定有亲戚提前到。那我不出去，奶奶，我去配药了。配药？又是配药浴用的吗？不是，配一剂养生汤，不是很多亲戚来吗？给他们喝点养生汤。哎呦，我的小宝贝真贴心。婉欣姐姐，去熬吧，100碗水煮成50碗，够大家喝的了。对了，不管是谁，一人只能喝1碗，如若不服，让他来找我。2位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平时叫你们来喝茶可不是这么积极。别扯这些，道爷呢？好，我让人把他换出来。小道爷早安啊！道爷，这是我家里珍藏的大红袍。道爷，这是极品龙井、碧螺春、金花黑茶。还行，看你们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这些茶叶我就收了。道爷喜欢就好。那个，不知道也什么时候方便给我们讲讲道？你们不是玄门，宗门道法不可外传的哦。师傅知道会打我屁屁的。看在茶叶的份上，去厨房找婉欣姐姐，一人领1碗养生汤吧。养生汤，道爷出品，必属精品。你们谁是婉欣啊？我是怎么了？呵呵，道爷不，你们柔柔小姐让我们来领1碗药汤。哼，哎，吓我一跳，新鲜出炉，2位爷爷在哪喝？我让人帮你们端去。不用了，就在这喝。这是道茶，绝对能延年益寿的宝贝。小姑娘，婉欣是吧？麻烦再给我们每人加1碗吧。不行，柔柔小姐吩咐过，不管是谁，每人只能喝1碗。小道爷早有防范呀。哎呀，不就是1碗汤药吗？多1碗少1碗，你们小姐也不会知道。你们现在有3个人，我出30万，你们1人给10万，再给我俩加1碗汤。不行，你们有需要找柔柔小姐吧？或许看在你们年纪大的份上，她会再给。柔柔小姐，药汤用文火煎好了。给爷爷奶奶每人倒1碗，你辛苦了，也喝1碗吧。小道爷，刚才那碗没喝够，能不能再赏1碗？不行，喝多了你们受不了。这汤药不是凡品，只是不知有什么功效。补气提神，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。果然是道茶。那个臭小子回来了。外婆、外公，我回来了。哟，你就是我的小表妹啊，长得真可爱。放手，不然让你非常好看。混小子，欺负妹妹干嘛？滚一边去！柔柔别生气，她被家里惯坏了，就是小混蛋一个。哼，别给她要汤喝。你发什么疯？去招惹柔柔？我就是跟她开个玩笑嘛，谁知她小年纪这么严肃。你知不知道她说让你非常好看，就真有可能让你非常好看。什么呀？就她一个小屁孩。表少爷啊，心存敬畏啊，小屁孩可不能乱叫。柔柔小姐用1道符纸招来一阵狂风，可是我在老爷身边亲眼所见啊。连盛世集团的周董、云山制药的赵董对柔柔小姐也是毕恭毕敬，甚至行过大礼啊。哪里？柔柔，我是你表哥唐笑，刚刚是哥哥不对，你长得太可爱了，哥哥忍不住就捏了一下，哥哥向你道歉。哼。可柔柔，我不仅向你道歉，还跟你赔礼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？讲完的跟哥哥说，糖果、奶茶还是冰激凌？哼。火锅、烤肉、酸菜鱼、赛车、电影、游乐场、仙丹、灵药、天书。说，你怎么知道天书的？什么天书？柔柔，手下留情啊！这臭小子胡说的。在奶奶的耐心劝解之下，小柔柔终于明白了，这是一场误会。给他扶下，抬走，在床上躺3天，必定会恢复如常。上集办完回家宴后，小柔柔彻底融入了安家。安景轩给她配了一部手机和一张3000万元的银行卡，还配了一个专职保姆、2个贴身保镖、1辆7座保姆车。小姐，咱们去哪？去当时接我的地方。王老板，小美女要买点什么？随便看，随便挑。我要买9尾龙葵草、紫冠凤凰草。这个有点贵，至少要1000万，3天后来取货，够用1年。刷卡。土豪啊！此时办公室里的安景轩收到消费提示。
尊敬的客户，您刚刚消费1000万元，谢谢光临。一阵头大，第一天独自外出就花1000万，真是个小冤家呀。小柔柔闲逛到一家破庙停下，老头，醒醒！解签10元，卜卦100。不解签，不卜卦，见到前辈为何不行礼？哪来的小屁孩？羞辱贫道，休怪贫道不客气。就你这点道行，还想对我不客气？还不把他拉走？你们大人也不管管？告诉他我是谁。缥缈仙宗坤道与柔道人。小柔柔报出道号，把破庙里的老道士吓得一激灵。缥缈仙，缥缈仙宗，你是缥缈仙宗？怎么有这么笨的老头？老头仔细打量了一下小柔柔，看到腰间的玉玲珑后，道爷大驾光临，后学有眼无珠，还请道爷莫怪莫怪。怎么这么没眼力，连道气都看不出吗？望道气那可是石门长老级的老怪物才拥有的本事，自己哪可能会？后学不才，没有望道气的本事。这里怎么这么冷清？这个怎么回复道爷呀？总不能说直说自己太水吧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说说你师承何门何派？回小道爷，正一道麻衣神香派76代弟子。哦，这样吧，同为道门中人，我帮你一把。你这里香客太少，逢初1、15我过来坐堂，香客有所求，能帮忙解决的就解决，增添点香火钱。不知道也有哪些本事？衣、符、咒、诀都行，只要用得上的，你尽管安排吧。道爷，明日就是15，不知可否安排几个香客过来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初1、15吗？午后开始，日落前离开。回到家中，梁保镖例行公事的向管家汇报情况，听到柔柔小姐要到道观里坐堂，于是一顿安排。管家得知柔柔小姐要坐堂道观，便安排将道观修整一番。小柔柔来到崭新的道观，老道今天约了3位香客。马半仙，这文道有先后，打者不分长幼，小道爷本事大着了，你们尽管一试，一个个来，没轮到的在我这边静静待着。小神仙，我家孙子半年前还是聪明伶俐，活蹦乱跳，可一个打雷的晚上过后，就像丢魂失魄一样，呆若木鸡，平时谁跟他说话也不理，到医院去医生也查不出什么问题。中邪了，邪气入体。阿大，来，把手伸开。柔柔用葱白小指在保镖手心上画着看不懂的符号，用着手掌隔空抽那少年一巴掌打在脸上，力度一般就行。小姑娘，我这孙子精神本来就不太好，再挨打，真打疯了怎么办？信则灵，不信自求多福。大婶骑虎难下，思索了一下，狠狠的一咬牙，把孙子推向保镖跟前。哇呜呜，奶奶，有人打我，他们都是坏人。宝贝，你终于开口说话了，多谢小神仙，多谢小神仙。缥缈仙宗果然名不虚传。小神仙，一到刮风下雨，我就胸闷不已，还常常做噩梦，都是梦见一些妖魔鬼怪。你看，我请了护身符，念珠都没什么效果。坐下，把手伸来。大爷把手平放，柔柔小姐伸出萌得无比的小手，将3指搭在大爷脉上。这画风不要太萌，一个4、5岁小女娃居然给人搭脉诊断，俨然一副小神医的模样。婉心姐姐，帮我开方，瓜蒌皮、蟹白、半夏、柴胡各1钱，虎杖、赤芍、西洋参、五味子各2钱，水煎服，1日1剂，连服7天。下一位。小神仙，我也没什么病，就是最近几个月霉运连连，逢赌必输，求了很多东西都没用，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什么煞？滚！你什么态度啊？也不管他继续说什么，就被阿尔踢了出去。道爷，后学不明白，这第3位香客怎么就被赶出去了？他满身邪门歪气，就是大坏蛋，坏。小道爷望气之术果然不同凡响。今日香客看完了，我这个专座你可不要动哦，每天还要打理得干干净净的。小道爷放心，后学保证他每天一尘不染。小柔柔在道观坐堂1天，现在到下班时间了。小姐，我们现在是回家还是去哪？去轩哥那。好的，小姐。知道吗？刚才那位萌娃就是安总失而复得的亲闺女。哇，一身道袍，一副仙气飘飘的样子。听说她还有神奇的异能。那颜值一眼就爱了，一眼心就融化。安总，小姐来了。阴气太重，积气成煞。柔柔，你说怎么改？啊，轩哥听你的。增加多一些花草，多摆一些玉石，这还有这个，全都要移走。阿大、阿二，全部搬走，立刻，马上。2名保镖甚至没有跟安景轩进行目光交流，就直接动手执行。现在在他们心里，柔柔小姐的地位至高无上。随后，柔柔又从侧袋中掏出黄色符纸，伊克斯、艾克斯、碧丽、梅林、卡瓦奇、忘却、一望皆空。
咒破。轩哥，你房间的煞气被我破掉了，幸好被我及时发现哟，不然半年内你必死无疑的啦。安景轩内心猛地一震，惊出一身冷汗。小柔柔的话，他可是200%的相信。柔柔，你让轩哥怎么感谢你？要不轩哥带你出去吃饭吧？吃啥？烛光晚餐。安景轩带着身穿道袍的柔柔来到一间名为夏朵的法式餐厅。安景轩摆了一个优雅的姿势。柔柔，喜欢这种精致优雅的格调吗？花里胡哨。柔柔，你看，你就是这漂亮的花，轩哥就是这白色的花瓶，这就是咱们的关系，你能明白吗？他想表达的是，柔柔是盛开的花朵，而他是为他遮风挡雨、提供保护的城堡与港湾。小柔柔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自己老爹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呀？天地君亲师，我早就懂了。噗，可这法国菜啊，讲究的就是精致与匠心，对食物精挑细选，对品质的追求都是发自内心。再好吃，有我上次做的面好吃吗？安景轩回味了一下那阳春面的味道，还真没有。他心里突然感到一阵拔凉，自己跟女儿的代沟实在太大。安景轩觉得柔柔应该还是文化差异的问题。柔柔，我这2天认真想了一下，觉得你适应一段时间后，还是得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去上学。虽然你在道上的修为很高，但是你有朋友吗？你识字吗？你会算术吗？你会说外语吗？所以呀，你得像其他人一样去学习知识。上学好玩吗？好玩，最好玩的事情就是去上学了。哦，好吧，那到时就去上学吧。柔柔公主，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给你当早餐。唐笑带了一盘组合小蛋糕放在柔柔跟前，他身上的伤奇迹办得好了，第一时间就来巴结小表妹。你看，我被你误会，被你打伤了，我一点都没生气。咱们可是表亲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不是有句话叫做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吗？咱们要大气一点，包容一点。看在你奶奶的份上，就理一下我吧，不然外婆会把我揍成猪头的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柔柔，我看你挺喜欢吃海鲜的，你看过海吗？没有啊。表哥带你去看海怎么样？今天有一个沙滩音乐嘉年华。行吧。搞定。老妈子可是说过，不把小表妹哄开心，以后就停了零用钱。柔柔小公举怎么样？好玩吧？还行吧。喂，我家紫嫣小姐让那小妹妹过来一起拍个照。哪里？滚！什么玩意？当红影星苏子嫣得到助理回答，非常不爽。小嫣嫣在哪了？我到海滨沙滩了。风少，我正在沙滩上吹海风呢，要不你过来？我发现了一个如天仙下凡的小萝莉。风少，看那边。我去，还有这样的颜值，抱抱亲亲，举高高，岂不是美哉？先生，沙滩很大，去其他地方溜达吧。你特么的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风少嘛。哟呵，既然知道，你还拦我？你风少很有名，但也不能成为打扰我安家小公举的理由。安家？呵，没听说过。哟呵，比人多是吧？正好了，这个我也有。住手，都退下。柔柔小姐要出手了，最好离远点，小心误伤。小妹妹，给你个机会，跟大哥哥混，包你以后吃香喝辣，怎么样？你不够格。风少被小柔柔的萌态逗笑了，伸手就要去捏她水灵的小脸蛋。比我飞得远，看来小公举是真生气了。快救人呀！快送医院！妈耶，闯大祸了！舅舅闯祸了！柔柔将风家最小的儿子一掌轰飞40米，生死不明，被他的保镖送医院去了。一家人坐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，期间又给唐笑骂得狗血淋头，定下小柔柔出门保镖从2人增加到8个人。小柔柔这时接到师兄电话，便带着8名大汉出门。小姐闯祸了。咦，你怎么知道？保镖从2个变成8个，除了闯祸还能是什么？而且这些人也不是主要用来保护你的，而是来阻止你再次闯祸。哈哈，王老板真厉害。还有什么需要？我还要符纸。拿去，不用钱，送你了。嘿嘿，多谢王老板。哼，竟然敢惹我家小师妹，活腻歪了吧？此时安家大宅里气氛不寻常，原来是封家的人来兴师问罪。把凶手交出来吧。呵呵，没有什么凶手，只能怪你们家少爷招惹错了人。别给我打马虎眼，我们封家可不是这么好招惹的。呵呵，我们安家也不是什么软柿子，谁想捏就捏。我就是你要找的人，人是我打的，又怎么样？去，一边去！一个小破孩，别掺和大人的事。你们安家的家风真好呀，谈正事时，任由小娃出来捣乱。安家从来说一不二，我家小姐坦荡荡的说出是她动的手，你们又不相信。够了，把我们当白痴耍吗？你们怎么不找个还在吃奶的出来顶杠？小姐，你出去逛街累了，先回去休息吧，这里的事情由我处理就好。
阿大。现场气氛降至冰点之时，老周老赵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。你们家小姐呢？在房间里。小道爷呀，这次你可一定要出手相助啊！怎么了？有妖怪呀！哦，速速说来。我俩乃斋教弟子，有一老友家中近来意事连连，家人几乎每天都做噩梦，所以就托我们请了师兄去做法事，诵经、祈福、驱魔全做了个遍。不曾想，我们师兄做法之时，被一阵妖风吹过，昏死过去。当时我跟老赵也在现场，亲眼所见一阵黑风。对，那阵风吹过之后，脊梁骨都能感觉到透彻的冰凉，所以我俩第一时间想到了小道爷，如方便的话，现在就去救场。好吧，婉心姐姐召集保镖出门一趟吧。什么情况？师爷，出手打少爷的真是那小女娃，怎么不早说？人呢？不是去请玄门道爷了吗？缥缈仙宗坤道柔道人道。恭迎道爷。免礼。哇，好强的至阴至纯之气！收。啊，妖气有妖气！师兄，这位是缥缈仙宗坤道与柔道人，是他将你唤醒。多谢道爷相助，还请道爷除了这妖孽。哪有什么妖孽，定是有至阴之物而已。哈哈，聚阴成煞，不知是鱼还是龟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把你吃掉！阿大呀二，快来！咒爆，快把他按住！哈哈，有口福了，你们两个表现不错，今晚请你们吃水煮鱼。快点回去，不然鱼肉就不鲜美了。快跟上！什么情况？吴胖子会做酸菜鱼吗？会呀，酸菜鱼可是我的拿手菜。这是鱼，去头去尾，剖洗干净，切片，做成酸菜鱼。出锅前叫我要加1道料。柔柔回到自己房间，取出5味石里的绿色小石头，放进半杯清水里，不一会就变绿了。哇，原来酸味石是这个味，好香好香。将汤汁装进瓷瓶中。酸菜鱼片要做的鲜嫩爽滑，首先鱼片得用淀粉腌制片刻，其次底汤要够味，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，鱼片要在汤底沸腾时下锅，同时关火，上锅盖，利用余温将鱼肉焖熟，焖3分钟最佳，过久便会失去嫩与脆。把这瓶汤汁倒入汤底。小姐，这不该问的别问，这是秘密。把酸菜鱼分成3份，1份送餐厅，1份交给阿大呀，2让他俩去分配，1份给你，你自己安排，尽量让大家都能吃上一小口。既然小姐发话了一小口，那就真的给一小口，剩下的都是我老吴的，哈哈。看好这胖子，不能让他动手脚。酸菜鱼在万众期待中端了上来，好爽！不仅鱼肉好吃，这豆腐也是如此滑嫩，入口即化，鲜美无比。汤汁才是经典，延绵悠长，回味无穷。唐笑更是流下了不争气的眼泪。这辈子我要紧紧抱住小表妹的大腿。整个安家被一锅酸菜鱼给整沸腾了。阿大呀2，婉心还有6兄弟1份，吴大厨那边除自己跟徐管家1人1碗外，其他每人只分得1小碟，虽然少，大家仍满满的幸福感。老周老赵因徐管家给面子，每人分得了半碗。呀，忘听师傅的话，吃灵物不得超过3口。我去练功了。这只阴质纯的银鱼，若是凡人也就当肉吃了，而对他这种道体，则会化作真气，被丹田吸收，让他有一种吃撑了的感觉。修炼完毕，小柔柔鬼使神差的取出缥缈天书，翻开了第1页。呀，有字了，以前都是空白的呀。他赶紧翻往第2页，仍是空白，说明他现在只可以看到第1页的内容。小柔柔露出不高兴的表情，因为他不识字。以前在山上分拣药材，记住样子与名字就行了，学把脉，感受跳动节奏就好了，学符箓，记住几个重要图形跟咒语就会了。可这天书还得自己认字，哎，脑瓜疼。第2天，小柔柔顶着2个浮肿的眼睛出来望向正在一脸宠溺看向自己的老爹。轩哥，你以前是怎样学认字的？上学呀。多久能学会？要学到正常书写，至少读完小学6年左右。啊，这么久，到底是谁发明的文字，让人要折腾这么久，比练功还难？柔柔，既然你想识字，轩哥安排你去上学吧。每个人都要经历学习的过程，不然你会与社会脱节。那就去吧，好玩就学，不好玩就不学。老周老赵今天又跑过来了，
他俩合计了一下，以后每天到柔柔小姐这里来打个转，混个脸熟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养生汤？这是给小姐沐浴用的药汤，柔柔小姐亲自配制的。好浓烈的药香，这气味从来没闻过。当然，有2味药材世间罕见，只有小姐才有办法弄到。你们等一下。不一会，老赵不知从哪找来2个水杯，就往药汤里舀了2杯出来，给了老周1杯，然后一起凑到嘴边。这个是小姐用来洗澡的药汤。我知道。此药汤大补，胜过100年人参。虽有些甘苦，但入腹后充盈纯正，沁人心脾。乡巴佬没见过世面，这只是小姐洗澡用的。阿大阿二却不知道，这2老头身份可一点都不简单。第2天，安景轩亲自送小柔柔去上学，在门口看了半个小时才离开。什么玩意，全是小屁孩，不是鼻涕虫，就是小孬包，又或者是娇弱的小公举。柔柔，你叫安思柔吗？我叫大宝，你的衣服真漂亮。一边自己玩去。师傅呀，你说的对，我不是3岁小孩了，这里的人4、5岁了还这么幼稚，比我3岁时还蠢。老师开始组织大家玩游戏，丢手绢，这可把柔柔小姐气差了。学校里不是该学识字吗？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看懂天书里的字？这不是纯粹浪费本小姐时间吗？我不玩。柔柔，你是不喜欢玩游戏吗？什么时候学识字？我来上学就是为了学识字，其他的我真的没兴趣呀。柔柔，你现在这个年龄还处于智力开发阶段，美术、音乐、体育、语言才是你应该重要学习的内容。不学识字吗？当然会有，但并不会很多，等你上了大班就会多一点。哼，轩哥骗我。柔柔，柔柔，谢谢您今天的教诲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小柔柔想学识字，却在第1天上学就展现神通逃学。安景轩在办公室也知道了小柔柔逃学了。轩哥，你坏坏，骗我，他们不教识字。你只是要识字是吧？我给你找个文学造诣高的人，给你当家教好了。要快，我赶时间。你想要一个怎样的家教？美女、帅哥还是老先生？天书上好像都是古文呀，跟街上招牌上方方正正的字有很大的不同。我到时写几个字吧，能认识并说得清意思的就选它。咦，小柔柔真聪明的，还知道用考教的方式来选人。轩哥这就安排。安景轩通过电话立马就安排了下去。柔柔，今天又陪轩哥共进晚餐怎么样？不去，没事多陪点莫姐吃饭。好，轩哥听你的，咱们一家人一起吃饭。封总，4少爷已脱离危险期，不过医生说恢复至少需要半年，期间最好坐轮椅，尽量避免剧烈运动。安家那边给出交代没？据现场目击，的确是一个4、5岁的女童所为，但起因则是与一个叫唐笑的有口角争执。唐笑是安家2女儿的儿子，安家一口咬定无错，是风少不该招惹拥有超凡能力的女童。那女童有何本事？听说是个道童，习得一些奇门遁甲、道门法术。哦，安家居然还出了位这样的奇人。封总，这些也仅是些偏门左道而已，毕竟还只是4、5岁小屁孩。安家现在对这小童的安保增加到8人，足见安家也非常谨慎。血战是一定要血偿的，不仅那个女童，那个什么叫唐笑的，也必须付出代价。好，我这就安排。回家时，柔柔小姐与安景轩同乘一车。安景轩试图讲些有趣笑话，却换来3个字：不好笑。哪里？柔柔，他们的目标可能是我，待会他们如果是要绑架，我会配合的跟他们走。你能跑则跑，回去后再通知管家来救我。你一定不要冲动，他们人多，啊大啊二，见机行事，以保护小姐为第一要务。如果他们赶尽杀绝，那咱们就拼尽全力为小姐争取时间，让她安然离开。安思柔，小道童，下来受我一喷子，如若不死，死事就此接过。找女儿报仇，还居然出动10几名枪手，这阵仗有点夸张吧？他们的对手只是个4岁多的小不点烟。轩哥，别紧张，他们是来找我麻烦的。这是我师父给我的保命符，哎，想不到这么快就要用上了。轩哥放心，我已经变得铜皮铁骨，刀枪不入，你们都好好的待在车上。这是歪门邪术，障眼法，开枪再厉害也得怕枪。撤，快撤！轩哥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哼，
老子不喜欢暴力手段，并不代表老子提不动刀了。敢对我的宝贝女儿下手，真的是活腻歪了。不好，小柔柔把护身符给用了，那她手上就少了一张底牌。灵儿，你即刻下山，护在柔柔身边，一定要确保她安然无恙。因为用掉了师傅的护身符，他心情不好。但凡心情不好时，他的解决方式就是呼呼大睡。夏雨墨知道后，过来想安慰一番，见他沉沉睡着，便退了出去。第二天，柔柔被一阵喧闹声吵醒。住手！别追我的灵儿！哈哈，师傅派你来的吗？还是宗门倒闭了，自己跑下山来？大黑、小青还好吗？哈哈，我就知道师傅就算破产了，也不会把他们卖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吴胖子，吴胖子，小姐有何吩咐？煮一锅羊肉送到花园中去，我要请灵儿吃饭。灵儿，需要加辣吗？不要，放生姜即可，还有千万不要放葱哦。走，灵儿，我们出去玩。吴胖子的手艺其实还不错的。手艺挺不错的，小姐是认可了我的厨艺呢，我真是太幸福了。好吃吧？慢点吃，以后家里多的是好吃的。安老爷子再次召集了家庭会议。昨天抓回来的蒙面男人已经交代了，是封家的人，接到的任务是重伤柔柔小姐。把那人扔回封家大门口，再留一道字条，劝其收手。若再有对安家不利的行为，封家将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最近不太平，家里人还是尽量少外出吧，即使外出也要加强安保数量。哼，先听老爷子的，如果封家再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那就是时候动用那张底牌了。老周老赵今天又过来混脸熟，一打听柔柔要请家教，也饶有兴趣的过来观看。小姐，3位都是中文造诣很高的专家，你有什么问题就尽管问吧。认识这些字并解释的最好的就录用。小柔柔为了能看懂天书，轩哥给她找了家教，有女大学生、博士、老教授。认识这些字并解释的最好的就录用。咦，道爷，这个是签字，1000、2000的签。呵呵，道爷，这3位专家估计都不会认识这些字，因为这些字既不是甲骨文，也不是隶书，而是道家专用的符箓文。你认得这些字？顶多认识几个，这些字得道行高或者接触道家古籍多的人才认识。找谁了？对了，找师兄呀。老周老赵也屁颠屁颠的跟在后面，一同前往，想看个究竟。臭师兄、坏师兄每次都不在。马半仙，道爷，真是道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还问你不守着道观，出来溜达什么？闲来无事来古玩街淘些古玩字画或古书古籍。古籍？这几个字你认识吗？这几个字简单，谦、动、狄、坤。你怎么认识这些字的？道爷，我可是麻衣神相派，既要上识天文，下识地理，还要懂风水堪舆、五行八卦，接触的全是生涩难懂的古文字，认识这幅录文岂不是小意思？哈哈，你教我识字怎么样？我请你当。不行，这老道的道行这么低，怎么可以当我的识字先生？当书童和伴读还差不多。我请你当我的伴读怎么样？教我识符录文。能为道爷效力，乃是我辈之荣幸。好好好，走。你在这等我一下。老周老赵非常好奇，随便在街上抓了一个算命的，难道就认识符录文？小柔柔跑回房间，拿出天书，从不同行里随机挑选拼凑，用纸笔描摹了10个字。道爷，这些全都认识。这老道是个奇人啊，居然认识符箓文，定要好好结交一番。马半仙，即日开始你便是我的伴读，每天教我认识符箓文，你也可以带一些古籍过来当教材。本小姐就一条，一定要学会此类符箓文。为道爷尽力，荣幸之至。道爷，我俩也想学，不知可否一起加入进来？马半仙是来给我当伴读的，你俩过来又是什么身份？2位人精哪不知道其中道理，不就是辈分伦理问题吗？道爷，我俩愿当老书童。刀枪不入，果然是奇门遁甲，有什么办法破解？方总，对付这种奇人奇事，还得找世外高人来对付才行。我即打听了一下，这世上有一个宗门，名为魔道门，收钱便会办事，极其有信用。魔道门，那就去请。梁家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，已经不是钱的问题，该花多少尽管花，一定要把问题解决。师爷嘴角露出一丝邪魅，最近因为很多事情颠覆了他的认知，便仔细的打探奇门遁甲相关的事情，才发现这是一个他所不了解的崭新的世界。借助这次接触与合作，也许从中自己可以捞到不少好处。
经过几天的学习，天书上第1页的60多个字，小柔柔全都认识了，并理解了每个字的含义。她迫不及待地跑回房间，再次拿出天书。3000雷动诀是什么意思？随着一字一句的理解，她终于明白了，这是一门功法的新诀。盘腿而坐，运行周天。啊，这补出个什么来倒是说呀？瞠目结舌的到底是什么个事？东方雷起，天地寂灭，这是我在卦书里看到过，但从未有人补出来过的一卦。这是举世强者降世的征兆，他若善，世界和谐；他若恶，毁天灭地。不对，这强光我刚才怎么看见就是从这安家大宅迸发出去的？刘秘书，刚才有没有感觉到一道紫光闪过？没有。问多几个坐在靠窗边的人，还是没有。好，就这样。你们说这个强者会不会是？哈哈，这次押宝押对了，柔柔啊柔柔，你可给了师傅太大的惊喜，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！徒儿们，我缥缈仙宗崛起之日就在眼前了，不要再做过多的牺牲，保存实力。如若上古护宗大阵被破，大家化整为零，分散四方，直至天书传人惊觉天下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好像练会了一门功法。真的呀，我好想试试。3000雷动。哈哈，太好玩了！若在山上会这功法，我晚上就能把师傅的胡子拔光。饿了是吧？我也好饿，咱们下去吃饭。道爷，刚才天生异象，道爷可曾感知？这些老头居然试探我，当我3岁小孩吗？天书的秘密怎可能被你们知道？天生异象了吗？我不知道爷，我刚才在睡觉觉。哦，那我们不打扰了。明日是初一，道爷别忘了去到观中坐堂。我知道了。老爷修为很高，但毕竟还是孩子。刚才说话时眼珠不停打转，足可判断他在撒谎。很明朗了，小道爷定是有了什么新的机缘，只是不便透露。咱们也适可而止，别打探太多，紧跟步伐就好。言之有理，大家心知肚明就行了。他能力越强，就越有机会把一些低等的功法技能传给我们。咱们可得把这小祖宗伺候好。小柔柔依旧来到观座堂，今天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。小神仙好，1年前我突然晕倒，随后隔3差5犯晕，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也正常。3月前身体每况愈下，最近连路都走不了，双腿完全无力。伸手。寒气入体，你家中必有致寒之物，这寒气我也暂时无法驱除，医生估计也会束手无策，只有我师父师兄们才有办法。医生治不好，小神仙也治不好，那可怎么办？小神仙的师父师兄又在哪？这样吧，去你家中寻那致寒之物，至少可保你病情不再加重。真的吗？小神仙，请随我来。就是它了，金石中蕴含极寒之气，你不是修炼之人，寒气便侵蚀你的身体。若是修炼之人，且为寒冰属性，那这块晶石就成了至宝。小神仙，那这晶石该如何处理？自己是雷电属性，这块晶石对自己毫无用处，找个地窖或无人常去的地方放置即可，或交给寒冰属性的修炼者也行。小神仙，不知何处可寻到你师父或师兄？哼，我也想找他们，师父云游四海去了，师兄总见不到人。你想要那晶石？好吧，老先生，这块晶石可以给我吗？当然可以，小神仙拿去便是。别急，我这就给你弄。小柔柔突然想起自己的九尾龙葵草是至阳之物。对了，老先生，我家里有至阳药草，也许能逐步清除你身上的寒气。不过，九尾龙葵草可是宗门的独有之物，在云雾山中才能种植。如若拿出来，会不会泄露宗门秘密？小神仙，不过什么？需要配合或付出什么，我一定照做。药材极为罕见，再多钱也买不到。你愿意的话，每日下午2点至4点间到我家来喝一碗药。至于多久能清完寒气，我也不清楚。没问题，每天去喝药一点问题也没有。那好吧，婉心姐姐给穆老先生一个咱家的地址，明天开始过来喝药吧。
爷爷为什么要亲自上门喝药，如此奔波？开药方自己煎不行吗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刚才他沉思，定是不想泄露药方或某一味药材。越是这样，越足见其珍贵。我有预感，过不了多久，我便能重新站立起来。老爷，这药香好浓郁，不知我们能否也沾点光？这是治病的药，你们没病喝什么？更何况这药材十分珍贵，我都不够用。不够用，看来这药材的确极为罕见。爷爷，我知道，放心。有感觉了，小神仙，我的脚掌能动了。这么快，药用比我想象中强。寒气驱除了大半，说不定很快就能站起来了。呀，自己一直用来洗澡的药草，原来这么强呀！柔柔小公举，看我买了提拉米苏、芝士蛋糕、抹茶奶茶，哇，美，太美了！哼，柔柔，下午茶到，你请慢用。谢了，老表。柔柔呀，这位美女是老穆的孙女，你高攀不起。看老穆感觉越来越好，小柔柔再熬了一碗。柔柔小姐，我爷爷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反应如此强烈，冰火交融，当然会有些痛苦，再等等吧。寒气被清理的差不多了。那味药草到底是什么？竟有如此神效？小神仙，千言万语都不知该如何谢你，你可是救了我老头的一命啊！巧合而已啦，师傅从没跟我说过此药草有这功效，只说过是至阳之物。我都是用于熬药汤、泡澡用的。泡澡，上次咱可是喝过呀，难怪近来神清气爽，原来是有这灵草的妙用。穆老爷子，差不多好了，那明天还需要过来喝药吗？寒气基本清除了，可以不用喝了。老穆也是个人精，小柔柔如此厉害，也有了往上凑的念头。小神仙，你有恩于我，虽然病好了，我想跟你学点医术，不知可否呀？跟我学？可我不知怎么教啊。言传身教就好，实在不行，让我观摩也可以啊。老爷，医术不算宗门禁忌，可进香传授，不如我等拜你为师吧，就跟你学习医术。拜我为师，收徒。对呀，在山上时，师傅因收了不少徒弟，多威风呀。自己若收了，是不是可像师傅一样受人尊敬？那行吧，你们愿意的话，我就收你们为徒吧，加入我缥缈仙宗。不是拜师学医术吗？怎么是加入缥缈仙宗？天大的好事呀！道爷，我虽为麻衣神像流派弟子，但我这一支业已衰竭，全支仅剩我一人，不如道爷把我这一支也收编了吧，归于缥缈仙宗门下。对，我们愿意转投缥缈仙宗门下。明日正好是吉日，你们愿意拜师的就明日过来吧。对，缥缈仙宗是大宗门，地位超然，拜师之事礼数不可少。道爷，我建议明日开坛做法，按古礼收徒，我等正式拜入师门。好呀，太好玩了，以后我就有自己的弟子了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好，都起来吧。为师，哈哈，山上的老杂毛呀，我也开始收徒弟了，嗨。这瓶中有一颗缥缈仙宗炼制的正宗丹药，关键时刻有保命续命的功效，每人一粒，算是为师给你们的收徒礼了。这可是花钱都买不到的东西呀，能起死回生。师父，我们4人商议了一下，按年纪大小进行排序，我年纪最大，就占个便宜，成了大师兄。老穆排第2，老周第3，老赵第4。师父，这是我的拜师礼，300年历史的天师桃木剑一把。哈哈，我上次穿上黑道袍时，就想着去哪找一柄剑，这件太棒了，老马有心了，为师笑纳了。师父，我俩之前都是道门的外门弟子，宝物实在拿不出，每人奉上银行卡1张，每个有1亿，请师父笑纳。4岁半呀，就靠自己本事赚2个亿，太逆天了吧，妥妥的小富婆呀。师父，我听闻师傅房中尽是药草，便命人大量的搜罗天材地宝、名贵药材，正好有一老友家中有不少存货，便花3亿全数买来，请师傅笑纳。咦，真的吗？哈，果然比安家药房的好很多，这人参至少100年以上，不错。咦，还有金蝉子，老穆，你的礼物最棒，为师好喜欢。老周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，老赵是云山制药的董事长，老穆是某一方的大佬，甚至可能与政界有点关系。只有马半仙是首义文化保护单位的老道士，而且还有官方颁发的道士证。老公，看来你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给柔柔零花钱了。道长，那小儿会法术，
身貌金光，刀枪不入，不知道长有何良策。哼，也是你们无知而已。凡发光护体之术通常效力不会超过1分钟，只要你们耗过1分钟，那所谓的刀枪不入就不复存在。道长，我有一计，我们先将那小儿的表哥抓住，再将小道童引至适合伏击的地点，不知此法可好？可以，不过是一小儿而已，不足为虑。3000万的出手费转账到位，我定将他手到擒来。行，钱的事好办，那就预祝咱们合作愉快。沐月小姐，请喝茶。沐月小姐在哪上学呀？大学毕业了，刚从英国回来。哇，看你年纪也不大呀，这么快就毕业了。这世上有一种人叫学霸，修完学分不就提前毕业了喽？完了，自己这个学渣想追这样的高智商女神，成功率那是一减再减呀。穆小姐有没听说过，为了祖国下一代，抓紧时间谈恋爱？恋爱的恋，上半部分取自变态的变，下半部分取自变态的态。走了，回家，明天再来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依旧对我不屑一顾。几位老头弟子则聚在一起练习柔柔教的符咒术，图也画了，咒也念了，就是点不燃符纸。刚才师傅将我们画的符纸拿过去，一念咒语就被点燃，说明符纸与图形没问题。咒语也没问题，就那几个字，怎么都念熟了？是念力问题，这跟钻木取火一样，需要勤加练习，念力到了，自然可行。那就老老实实的练吧，难得师傅把这业交给我们。唐啸那臭小子2天没见人了，打电话给他学校的辅导员也说他没在学校里。以前他去哪也会报备下呀，他爸妈又去京都了，臭小子不会又跑哪疯玩去了。此时，安景轩面沉如水，收到一条信息，唐啸被绑架了，对方要求携带柔柔到城郊去换人，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陷阱，一个专门针对柔柔的陷阱。安家需要帮助，3000万，借一个战术小队出一次救援任务。对方的目标是柔柔小姐，她不出现的话，我们会有一定的周旋空间。安先生，你带你的保镖前去接触，讨价还价，我带队员从外围狙击，待敌方主力消灭，安先生即可带保镖上前救人。安总，又见面了，令千金呢？我们要的人可是你家千金，你来了没什么用。上次不是警告过，不要再招惹安家，难道封家打算死磕到底吗？把我家少爷打的要坐在轮椅上半年，你觉得有可以罢休的可能吗？既然如此，封家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但愿你们承受得起。封家有什么承受不起？安家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就是安家老三吧，别整这些没用的，把你的闺女叫来吧。柔柔是我的女儿，才4岁半，我是她的监护人，你们有什么条件或者仇恨冲我来吧。不，你没你女儿重要，她可是身上有道行之人，而且也是出手打我家少爷的真凶。呵呵呵，你多大人了，跟一个4岁多的小屁孩置气。哈哈哈，好吧，安家三少，你居然玩这一手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还嫩了点。糟了，烈风小队暴露了。安少，咱们快撤，这里地势开阔，一旦他们从里面掩体射击，我们只有挨打的份。快带三少爷走。3000雷动。我答应轩哥要打你们屁屁，下次可要听话哟，别再干坏事了啦。安景轩中枪了，现在医院，唐啸被绑了，生死不明。先去医院稳住老三伤情，并搞清楚怎么回事。都来了。乖，服下此丹药，伤口几天后就会愈合。唐啸被绑的事被安景轩全盘托出，真正目标竟是柔柔。轩哥，放心，我这就去打这群坏蛋的屁屁。哎，3000雷动。灵儿，闻下轩哥刚去过哪？喂，我来救人的，我表哥在哪？你躲一边去，这枪有点厉害，能打穿肉肉。快说我表哥在哪？不然我生气了。我真的生气了。3000雷动。我答应轩哥要打你们屁屁，下次可要听话哟，别再干坏事了啦。我再问一次，我表哥在哪？
小道童，你刀枪不入的防御顶多坚持1分钟，我们不间断轮番开枪，看你还能不能顶得住。哼，上次就是你们这些坏蛋浪费了师傅给我的护身符，今天让你们尝一下3000雷动的厉害。我去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大意了，我的主技能就是速度，看都看不清，怎么打？回去求助吧。还坏不坏了？为什么要当大坏蛋？来呀，互相伤害呀！老娘不打你们，你们就不知道我文武双全。不是说好有奇人异士来帮忙的吗？人呢？难道尿遁了？真不靠谱。哼，最好别惹我第3次，不然下次就不是打屁屁这么简单了。走吧，还留在这等吃饭呀？哎，自己请了猎风小队都搞不定的事情，宝贝女儿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。以后别逞强了，打打杀杀的，让我来做，我可是有师傅的人。真是懂事的娃呀。在山上时，我有个师兄笨笨的，师傅就说我感觉你像2头猪，因为1头猪已经不能形容你的蠢。我去，这是女儿要教训老爹的节奏啊！哈哈，这娃聪明啊，小小年纪就知道指桑骂槐。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是跟朋友喝酒、唱 K、聊天打屁，今早一出门就被人套上头套拽上车，五花大绑，后来我就睡着了。都是封家的打手，他们这是要与我们安家不死不休啊！他们最想抓的就是我，我已经打过他们屁屁了，下次他们再欺负我们，我就让他们好看。柔柔到底还只是个孩子呀，两家争斗，比拼的可不单单是武力，还有财力，搞不好在生意上也会爆发激烈的对抗。斗争一天不结束，两家都不得安生。安老爷子与安景轩心里都各有所思，是息事宁人，还是集中全力给予对方沉重一击，这都需要细细的考量。无影道人没有出手，不知所踪，封家人马伤了几十号，连无影道人也被吓得不敢出手。安家小儿不容小视呀，安家在武力上已略胜一筹，不知接下来还有什么暴风骤雨式的反击。自己目前在商业上也很紧张，若此时有人从中摆一道，封家就将损失惨重。诸位，安家被封家挑衅，安景轩被击伤，小师傅定会受到影响，我们看是不是能为师傅分担点什么？听说师傅昨夜出手了，一人挑翻几十人，武力上是占优势，但其他领域不得不防。哼，风鲁雄这几年太跳了。月儿，去找你中叔处理一下这事，就说我说的封家不俯首道歉，我穆老头子就不罢休。嘿嘿，各位，我可能要领先大家一步了。咒，你居然成了！这就相当于打开了一扇通往玄界的大门，能进去的康庄大道，入不了门就一辈子在门外徘徊。天哪，自己修道几十年，灵根还不如别人修炼几天。一股凉意涌在心田。徒儿们，形势危急，为师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。悬空，弟子在。你年纪尚浅，留在山中亦无大用，将此玉简带下山去，找到小师妹柔柔，她是先天道体，这对她有大用。徒儿们，法阵攻破之时，大家就化整为零，四面突围，到中海冷夜基处汇合，在山下跟魔道门打游击战、持久战。从即刻起，不得再做无谓的牺牲，不能再陨落一名弟子。安景轩喝着宝贝女儿亲手喂的羊汤，感觉像是遨游在幸福的海洋之中，难以自拔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；你是哈密，我是瓜。别瓜呀沙的，快点喝完，我还要跟丽儿出去玩。张嘴啊！愿来生还做你的爸爸。封家大宅，封鲁雄此刻冷汗浸透了衣背。他刚接到几个电话，分别来自银行、证监会以及住建部门的一把手，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，向安家俯首道歉，否则破产、停贷、万劫不复。是时候该结束了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认怂也是一种人生智慧。安老哥好呀。封总好，怎么都站着？快坐快坐。安老哥，惭愧了，前些时间咱们两家因为一些小小的矛盾闹得相当的不愉快，给安大哥添麻烦了。今天小弟特备一些伯类上门赔礼道歉。呵呵，我一个糟老头子在家里也没遭什么损失，主要是我家老三中了一枪。安老意思很明显，都伤人了，不是赔个礼道个歉就能一笔勾销的。封汝雄也是人精中的人精，心领神会。安老哥，令郎受伤，我也深感惋惜。不过
我儿子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，如果我们两家揪着这个不放，最终谁也落不了好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封家愿意主动赔偿，安老哥你尽管开口。风汝雄怎么突然就来道歉？可，安家一直以来都是大善之家，讲究礼义人治孝。既然风总如此有诚意，我安家再纠缠着不放，那也实在说不过去。安老哥，今后两家和平共处，互不侵犯，还望老哥让京东那边高抬贵手呀。原来是有高人对他封家进行施压，但是这京城的事自己真的不知道呀。会是谁呢？难道是老穆？可京城那边我做不了主，你不妨去茶室见一见我的孙女，或许她说话更有用。这个安老头到底在搞什么鬼？让自己去见一个小屁孩？难道京都那边不是出自他的手笔？好，安老哥，还请派人带个路。随我来吧。神即道，道法自然。这就我师父不停教诲与念叨的一句话，你们好好深刻体会。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吧。小师父好，我是风汝雄，今日特地上门赔礼道歉，还请小师父以慈悲之心淡化两家之间的恩怨。你是上门来接受打屁屁的？如果小师父认为打屁屁可以原谅封家的话，那就尽情的打吧。好吧，你过来让我打你的屁屁，我就原谅你了。这不是朝中曾经的大哥吗？虽然早已不在朝中，但影响力不可忽视，竟然是他。嘿嘿，哎呦啊！师傅不要啊！咦，居然有人为我求情。师傅呀，这把桃木剑可是300年历史啊，打断了找谁赔去呀？还以为这老头是好心，原来是怕打坏了那把木剑。师傅你要打，我让人帮你去找个木棍来，这可是文物啊。放眼全国排得上号的顶级家族大佬，在这小屁孩面前居然如此恭敬，要是早得到这个消息，哪还敢跟这小女娃作对？没事，这桃木剑我处理过了，硬得很。别，鱼儿，你知道哪里错了吗？小师傅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给一次机会吧。古人说得好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说的什么意思呀？不好，忘了小女娃怎么可能听得懂文言文？就是犯了错之后，只要改正过来，就是好孩子。哼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我以前在山上犯了错，我改正过来了，师兄们也没说我是好孩子，反而见到我就跑。怎么说啥都是错了？这哪还是那个叱咤整个中海的疯老爷，被小屁孩整得团团转。抽你，算是手下留情了。要是我直接用手掌拍你，你会从这间房子里飞出去。哼，记住，我安思柔是缥缈仙宗的弟子，不是谁都能惹的，记住了没？多谢小师傅成全，我风汝雄牢牢的记住了，以后绝不得罪小师傅，否则就是小狗。这样才乖嘛。跟小孩子说话，还是得用小孩子的思维呀。风汝雄是聪明人，他知道只要小柔柔原谅了他，旁边的老者看在眼里，京都那边就自然会放过封家，而京都那边的事情完全可以不需要再提，大家心知肚明就好。小师傅，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我愿意做出一定的赔偿，小师傅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。不用了，我什么也不缺，我缺的你也给不了。这若不收点自己什么东西，这道歉到的就不到位了呀。安老哥，你看，柔柔师傅，既然风总这么有诚意，你有什么需要就象征性的提一下吧，让他心安。哦，衣服自己只穿道袍，吃的什么东西能比5味时调出来的更好吃？住的安家大宅子已经很好了，车子自己不会开呀。你们有什么想要的吗？师傅，弟子那道观年久失修，加上现在咱们众师兄弟加入缥缈仙宗，将来是一定要光大师门的，总不可能老在家里传道，是不是可以把道观旁边的空地盘下来扩建一下？是不是可以在山下建一个缥缈仙宗？到时候把师傅找到，这样宗门破产了也可以东山再起。一旦规模扩大，收个几10名弟子也是没问题的。那你的道观愿意改名为缥缈仙宗吗？都是道门，而且缥缈仙宗的地位更高，弟子当然愿意，求之不得。嘿嘿，以自己是小柔柔做下大弟子的身份，以后不就缥缈仙宗大弟子了吗？哈哈哈。好，我要在山下光大缥缈仙宗。你愿意捐一座宅子吗？这面积得多大？是否需要拆迁？这些完全不清楚啊！万一是个巨大的无底洞怎么办？旁边的地不是商业用地，也不是住宅用地，以道教协会的名义申请，地皮我自己搞定，你只要搞定建设就行，大概2000平方。还好，顶多也就是几千万的问题。小师傅，没问题。要快，也不要搞得太土了，可以现代一点吗？就像广场上那些玻璃房，
小孩子都喜欢亮晶晶的东西，而且他去过一次广场上的那些全是落地玻璃的单层文化展馆，特别的喜欢。哈哈，如果是建成钢架结构的玻璃房、阳光房，成本更低了，而且建设周期也快。把这丹药给你儿子吃了，几天后就能活蹦乱跳。去医院干嘛？打打杀杀干嘛？早点来道歉不就完了？收下吧，我外孙当初也是被他拍飞5、6米，拍到吐血，吃下1粒后2、3天就好了，跟没事的人一样。这小伙非常努力究勤，年仅13岁便练就了一手极致的拔剑术，一旦拔剑，却因在师兄弟中年龄最小，要被师傅赶下山。悬空，弟子在。你年纪尚浅，留在山中亦无大碍，将此玉简带下山去，找到小师妹柔柔，她是先天道体，这对她有大用。小师妹，哟，这不是小菲菲吗？怎么过来找姐姐玩呢？小师妹，我是奉师傅之命来给你送东西。师傅。对了，师傅在山上还好吗？他什么时候开始去云游四海？云游四海是什么鬼？下山时师傅只交代了，不要告诉柔柔山上发生的一切，理由爱怎么编就怎么编，但也不能乱编啊，所以他决定试探一下。柔柔，师傅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按你在宗门地位太低，难怪你不知道，咱们宗门破产了，师傅要跟隔壁山上的仙姑跑路了啊！欧宗门大捷，都陨落了6位师兄了，小师妹脑子里却是师傅跑路了。想到了宗门近期的苦难，欧阳菲菲的眼圈也不禁红了起来。别担心，我已打算在山下重建宗门，到时候师傅没地方去，就把他接过来。好啊，到时候我想师傅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师傅交代的任务完成了，我先走了。走这么快干嘛？到了我家怎么能不好好招待你？还有5味食在我身上。5味食，好吧，我吃顿饭就走。这才对嘛！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徒弟们。小师叔好。你们陪我师兄好好聊聊，我去做饭，待会你们也一起吃。欧阳菲菲只安安静静地坐着，不管老头们问什么，她都只是一直都带着微笑，弯弯的，像是夜空里皎洁的上弦月。大家开始吃吧。我怎么会有2个这样的师弟？还大公司的董事长呢，不像话。咦，怎么这么香？啊，真香！小师妹，稍等一下，我把师傅给的玉简消化一下，说不定有话要你带回去。你继续喝茶。师傅，你坏，你又在坑徒儿啊！缥缈七针是砭石神针的用法。唉，师傅，你这是要让我当神医呀？可是柔柔不想呀，柔柔只想打架啊，爱脑瓜疼，真的疼。师兄，我脑瓜疼。多喝点热水。当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，一个男人如果只对你说多喝热水的话，那么这个男人一定不爱你。欧阳菲菲不知道自己被带入跟中招了。师傅的玉简我收到了，你转告他老人家，我定会将其发扬光大的。你走吧。小师妹保重。师傅，怎么了？唉，山上的师傅又塞东西给我了，这次应该是一个医道传承。可能，也许我现在就是个神医了。于是把玉简里的细节说了一下。哦，这医学知识还能像安装驱动和软件一样的加载入大脑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太好了，这样的话，有师傅在，活个100多岁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小柔柔没有怎么出去玩耍。1针化阳分针调阴阳，2针青龙摆尾气血活，3针节脉3分输筋骨，4针三才探穴经脉通，5针气如针刺安六腑，6针操气玄真感官顺，7针驱魔赶鬼镇心魂。啊，好难懂呀！哎，既然要开始行医了，就把这套神针带在身上吧。师傅，参透了吗？8、9不离10吧。师傅，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你们有什么好的想法就说说吧，我不想去想，也不懂爷，我才4岁多点呀。虽然得到了玄门传承的医术，但毕竟师傅精力有限，不可能什么病都去治。我建议是只治疑难杂症，并且合理收费。收费也应该因人而异，富有的就多收点，贫困的就象征性收一些，毕竟是悬壶济世嘛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场地问题，就诊的地方是否也放在缥缈仙宗？
那跟我们以后收弟子会不会有冲突？我倒认为不冲突。咱们缥缈仙宗以后就3大卖点：玄门医术、驱邪破煞。师傅，你看我们的意见怎么样？我想的是你们干什么？那些事不可能全都要我来做吧？老穆做了总结：一、地址就确定在即将扩建的缥缈仙宗总部，对外称缥缈道馆。2、穆月出任缥缈道馆的馆长，管理一切行政事务。3、缥缈道馆的主营业务是玄门医术、驱邪破煞，同时招收弟子，扩大宗门影响力。4、分工，柔柔是道馆的最高领导人，并负责核心技术输出。马半仙负责前台业务对接，包括分诊、接洽、报酬商议等。老周、老赵负责出诊，一些简单的能用汤药治好的病症就由他们处理，疑难杂症才交给师傅，同时还监管药材。老穆负责简单的驱邪破煞，同样复杂的交给师傅。小柔柔听后，脸上露出极为满意的笑容。这派头，这阵势岂不是比山上的老头更气派？哈哈。这个男人腿部受伤，住院了，第2天就活蹦乱跳的回家了，只因他有一个神医女儿小柔柔，3岁就会打坐、采药、熟读百家医术。柔柔，轩哥今天出院，待会就到家了，一起去大厅吧。好啊。家人们，我回来。轩哥，你终于回来啦！宝贝，爸爸回来了。那个安总，你怎么在这？风总，这是听说你今天出院，特地上门来拜访，还带了不少礼品和滋补品呢。是啊。哼，臭小子，要不是看在柔柔面子，早出你了。柔柔，听说你要开道馆了，弘扬玄门医术。道术，你看有什么需要轩哥帮忙的？不用了，我那几个徒弟好乖的，他们就能弄好。虽然如此，还是让安氏集团的企划部好好的介入一下这次宣传，尤其是在网上进行正面引导。老公，封家都上门致歉2次了，别把事情闹太过，失了风度。好吧，你们想怎么道歉？这一次的不愉快，完全就是犬子造成的。我今天就把他带来向你道歉，同时也感谢小师傅的那颗丹药，让他不用在轮椅上坐半年。对，小师傅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当时不该打扰你，更不应该对你动手动脚，我完全是咎由自取。知道了，以后别再惹我就行了。小师傅，我已经跟你的大弟子马道长商量过了，缥缈道馆的建设很快会开工，风思明这小子会担任这次项目的负责人，就当是让他将功补过，戴罪立功。是，小师傅给个机会吧，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。好吧，不过得尽快，我要尽快恢复缥缈仙宗的宗门。小师傅放心，我将使用3倍的人力，3班倒的加快建设，保证尽快完工。之前的是就此结果。夏雨墨收到一个邀请，雨墨，大学同学聚会，你一定要来啊！要不带着小柔柔一起吧？雨墨来了，哇，好可爱的小姑娘！雨墨，太羡慕你了，宝贝都长得粉雕玉琢，让人一看就挪不开眼。你也加油，赶紧生一个。结婚3年了，一直想要个孩子，就是怀不上，两人都去医院检查了，医生说是我的问题，但又找不到解决的方法。莫姐，我能治好这位阿姨。婉晴，我家柔柔刚从山上下来，身上带有一身玄门本事，如果你信得过的话，就让她出手帮你看看。有什么信不信得过的？都已经这样了，还可能更换吗？柔柔，你真的能帮阿姨治好吗？相信我就行，你先把手伸出来。你身上有一根经脉淤堵，造成气血不畅，所以即使有了小宝宝，也会很快在肚中早夭。天呐，和医生说的一样，小柔柔要怎么治？阿姨配合你。小问题，我给你下几针就行了。我怎么感觉到有一股气流在涌动？太神奇了！嘘，别说话。这是好了吗？好了，那条堵塞的经脉通了，至于今后怎样，全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小神医啊，这也太神奇了！感觉与婉晴治疗后，气色是好了不少。嘿嘿，猛了吧？我家柔柔本事可多着呢。小神医，麻烦给我也看看吧。我也要，我已经几天没睡好觉了，我觉得我也得扎针。然后，好好的同学聚会秒变神医门诊现场。都别急哈，我家宝贝效率非常高，耐心等待一下。嘿嘿，原来这缥缈期真的是真不难吗？徒儿们，魔道门退了，此战我缥缈仙宗大获全胜，宗门的危机过去了。宗门危机过去了，已经下山的小柔柔还愿不愿意再上山？如果不愿意，是不是得想什么办法把她再骗上山来？看来自己是得尽快下山一趟了。悬空一道，首先要了解旺气、把脉、药材药理。灵儿，你是发现了什么？灵儿，你要去哪儿？悬空，
咱们师徒这次的目的就是骗小柔儿上山，你要尽可能的配合。徒儿明白。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呀，小柔儿长胖了。呐，家里好吃好喝的，胖了就胖了吧。组织上不仅来人了，还来了一个大人物呀。师傅，我收徒弟了，我要在山下建立宗门，您老人家不用云游四海了，还不赶快叫师爷？这是我的师傅。拜见师爷。若是小柔儿在山下有了牵挂，那岂不是很难再把她骗上山去？还有，这几个弟子看着也太不靠谱了。不行，没有我护着，柔柔在山下还是太危险了。柔儿呀，为师此次下山就是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，也许会小住些时日，才会回云雾山。好啊，我家大得很，你想住多久都行。完了，这话，这眼神，真是对云雾山毫无留恋啊！师傅来喽，师傅来喽！哎，得想个法子，让柔柔心甘情愿的回云雾山。见过大师，大师今日到访，那可真是令安家蓬荜生辉啊！哼，就是这个老杂毛虐待我女儿，不给饭吃，还让小小年纪干那么多活。老公，柔柔还在呢，冷静。你们好，借宿几日，叨扰了。徒儿，带为师参观一下你的房间可好？好啊。柔柔师傅一看便是导航高深之人，你跟他硬拼，有几分赢得可能。而且这老头看着跟柔柔感情这么好，也长得慈眉善目的，怎么看也不像欺负了咱女儿呀。大圣曾说过，活着就该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。我没有靠山，自己就是山；我没有天下，自己打天下。好豪迈的话语，居然影响了小柔柔。这大圣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恐怖如斯。要贵，看来兴趣还是没有被放下。柔柔，为师给你的玉简，可曾吸收？吸收了，全学会了，我还治疗了10几个病人，不难吗？不错。柔柔呀，你心里有没有想过再回到山门去？咱们宗门不是破产了吗？当是为了让柔柔安心下山，随口编造的一个善意的谎言，没想到这小屁孩还铭记在心。可之前是破产了，不过为师运作一番后又收回来了。但是我不想回到山上也，师兄们都不陪我玩。要凉。该怎么忽悠呢？师傅，我打算在山下重开宗门，要不你老人家也留在山下吧？房子装饰的好漂亮的，阳光可以直射进来，有水有电，比山上舒服多了。这个师傅要与时俱进啊！大圣曾说过，活着就该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。我没有靠山，自己就是山；我没有天下，自己打天下。好豪迈的话语，居然影响了小柔柔。这大圣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恐怖如斯。爷爷，我师父师兄要在家里住一段时间，你安排2间好的房间给他们住下吧，一定要照顾得好好的哟。好，你师父是我们家的贵客，一定会好好安排的。嗨，师爷好。我就想问一下，有个尊称大圣的是何方神圣？几个老头面面相觑，还是木月机灵，用手机搜出最近特别火的黑悟空游戏。师爷，大圣指的是他。嗨，怎么忘了柔柔是小屁孩这茬，还是玩游戏的年纪？知道了，这游戏不错，就是第1关大头娃娃太难打了。柔儿，带师傅去扩建的新宗门看看。好啊，我也想去。小师傅，您来了，工地上较脏乱，到监理办公室去坐坐吧。这是我师傅，把你上次整的效果图拿出来看看吧。成，马上安排，一起来看大屏幕。我们本次设计宗旨是自然、品味、格调，在空间、色彩设计上全回归自然本位，现代时尚简约风格，以简单的线条来代替复杂花纹，然后再采用明快清晰的色彩与大量透光玻璃拼接，这样的设计既保留了古典风格的典雅，又很好的将舒适与高端质感体现出来。大量加入盆景、室内园艺、室内莲池，让氛围更为亲近自然。听完风思明介绍，师傅心里触动了，尤其是小莲池居然可以修在茶室里，让他眼前一亮。在如此精致典雅的环境下生活，是多么的惬意啊！柔儿，这建筑里保留了多少房间？本次扩建花园式的主卧设有3间，全在2楼，每间面积足有80平方。前方各带一个100余平方的空中花园，另有酒店公寓式单间36间，其他则为功能性的大堂、道场、茶室、医馆、餐厅、书吧、
会议室、办公室等。这才是宗门新的希望呀！徒儿，为师要一间主卧，常住于此。于婉晴老公得知柔柔会玄门医术之后，便来上门求助。疑难杂症，好吧，你们安排吧，我到时过去便是。厉小姐，医生暂时束手无策，我请了一位懂玄门医术的小神医来给厉先生瞧瞧，他们对疑难杂症有自己的一套。哦，有劳了，我爹的他现在每天只能清醒2个小时，醒来时与常人无异，但一睡下后就会一直睡到第2天。他现在正好醒来，快请你说的神医吧。这位就是小神医，我太太经常身体不适，被他针灸了几针后，现在就完全没有之前的症状。这是不是太儿戏了一点？你们大陆人就这么不严谨了吗？厉小姐，想让小神医瞧一下，至于治不治疗，你们是可以选择的。好吧，先进去看看吧。爹地，投行那边介绍了一个小女童过来，说是懂玄门医术，您需不需要让她瞧瞧？人呢？这位就是。哼，这帮大陆人搞什么名堂？找一个小鬼来糊弄我吗？六腑不顺，阴阳相冲，一好一坏。好的是后天是15，过了15你又会恢复到像正常人一样。坏的是10天后你会肝痛，20天后你会走不了路，30天左右，也就是下个月15，大限将至，除非用玄门医术，否则准备后事吧。厉先生一听，这是咒自己要入土，故弄玄虚，你靠穿着这身衣服骗了不少人吧？老杂毛，你爱信不信，要不是看在婉晴阿姨的面子上，我都懒得理你，你自求多福吧。阿姨，我尽力了，他们不识抬举，我也没办法。走，此人不救。叔，你让我搜罗的珍藏老酒都在这了，数量不多，毕竟这种东西存世就少。好，办得不错。花了多少钱去沐月那领？月儿，最近尽量少单独外出，出去时多带保镖。怎么了？哎，最近东海不太平，出了一个采花贼，有通天的本事。快说说，他有什么本事？这根本就不是正常人，速度奇快。我们根据录像做了技术分析，他的奔跑速度大约在时速120公里，而且此人极为好色，专对有姿色的女人下手。嘿嘿，听说自己的小师傅掌握了一门叫做3000雷动的法诀，速度快如闪电，时速120，在他面前不就像乌龟一样慢吗？侄儿，你是不是在主管这件事？如果是，叔可以指点你一条路。叔，你尽管说，这件事虽不是我在主管，但一直破不了案，也脱不了干系。这件事你只能去找我师傅。师傅？叔什么时候拜师了？又是什么人有资格当他师傅？叔，您要求我搜罗这些老酒，难道就是贡献给你这师傅的？我师傅可不喝酒，这些可是供给我师爷的。叔，您能帮我引荐一下您师傅吗？能让他老人家出手吗？不知不知道师傅才4岁半后有何感想？行，你准备一些上好的巧克力，明早9点半到我这来，我带你过去见他。巧克力？什么鬼？这师傅他老人家也不怕吃坏了牙？师傅早，有点事想找一下你。什么事？这就是自己叔的师傅，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呀。有事说事。小师傅好，我是中海警局的穆振国，请您务必出手帮助我市抓捕采花贼。什么是采花贼？很坏吗？这个怎么解释呀？就是一个大男人把女人最珍贵的东西给夺去了，而这个女人身体会受到伤害，名誉也会受到损失。哦，听着就觉得很坏，不是个好人。下次再发现他尽快通知我，只要凭借他的气味，100里之内我都能抓住他。嘿嘿，还是师傅厉害。叔，这个按师傅说的做，我敢打包票，100%能抓住那采花贼。哎，这究竟靠不靠谱啊？师傅，城郊有人报警，疑似是采花贼再度作案。那就走吧，带我去看看。师傅，这就是采花贼的线索。灵儿，看你了。我现在跟灵儿去找人，打败他后给你发定位，你带人过去抓人就行。3000雷动。小姐功力升级了，变闪电侠了。就在这里面吗？什么人？你们过来吧。经技术比对，被抓男子的确是行凶之徒。就这么轻松抓到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自己能不能也去拜师呢？哇！小师傅，咱们又见面了。这次是我以个人的名义上门来感谢你的，感谢你帮我们抓住了采花贼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行侠仗义是我宗门的本分。厉害厉害，不知小师傅的宗门是？
哎呀，缥缈仙宗了！一定是大宗门吧？不知道拜入师门难不难？你要拜师？宗门直接收弟子很严格，好像在身体属性上都有要求。不过你如果拜在我的门下的话，要求就会低点，人品好就行。小师傅，我对玄门知识一直很感兴趣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愿意拜你为师。人品的话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从事的就是惩恶扬善的 police 工作，我还因为抓贼拿过奖章了。小柔柔眯着眼睛打量了他一番，他说的没错，身上透着一股正气。好吧，师傅且慢，师傅，此人乃是弟子的侄儿，如果拜你为师，那辈分岂不是乱了？好像说的也对。师傅，我有个建议，以后凡是有拜师的，像沐月一样给个记名弟子的身份，等他们表现突出，再认其为正式弟子。好，就依你所言。行，记名弟子好呀，凡事都有一个考察的过程。咦，你有血光之灾呀？老穆，你帮他破一下吧，就当是练手了。果然有煞气，咒破。小柔柔在一旁看得很满意。道门的破煞之术，老穆终于学会了。穆振国这次终于被眼见为实震撼到了。师傅，我侄儿所在之地正气十足，为什么会沾上煞气？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非常特殊的人或事，才会沾上煞气。我现在担任的是领导职务，一般不需要出外勤。最近一次外出是督导一宗文物盗窃案，近距离的接触了一个古代铜镜。糟了，那次接触到文物铜镜的人可不止我一个呀。老吴，排查一下局里上次文物案中的经手人，凡接触过铜镜的了解下他们近况，偏向意外方面。师傅，叔，我先去调查一下。副局，我按你的要求排查了一下，接触过铜镜的共有11人，近期发生了大小意外的有7人，有的是摔伤，有的是被莫名高空抛物砸到，有的在抓捕中负伤，太诡异了。老吴，大家同事一场10几年了，我以下说的可能有点匪夷所思，甚至可能违反纪律，但作为一个老朋友，我私下提示一下，那面铜镜有煞气，接触过的人都有血光之灾。不是，副局，这可有点封建迷信呀，你可不能乱下定论呀。所以我才私下跟你说，你好像也接触过吧？说不信吧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巧合？说信吧，这也太没有科学依据了。什么？快送医院！副局，另外那2名接触过铜镜的，刚刚在执勤时被人刺伤，也就是说11人之中还没有受伤的，就只有副局和自己了。老吴，我身上的血光之灾被高人化解了，现在就看你信不信了。行，下班之后我听你安排。穆振国直接将他领到自己叔叔那，按原有的流程操作了一遍，直接将老吴身上的煞气破除。厉先生，经过我们反复确认，你已无大碍，可以出院。我的身体就是积劳成疾，休息休息就好。上次那个小鬼说的，也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，神棍一个。是的，爹地，大陆这边很多这种骗术，专骗年纪大的，警方每年都不知道打掉多少。中海这边的新项目潜力很不错，你多费一些心思把它弄好，以后大陆这边的生意全部交给你来看管。谢谢爹地，爹地，你身体好了，你想有什么安？多拜访一些老朋友吧，爹地这么多年在大陆办厂办实业，有些人还是需要再联络联络，不少人已经步步高升，也许对未来的生意有用。好的，爹地。这天，安老爷子听说一个发小得了怪症，卧病在床，便带着小柔柔前去探访。老安，你来啦？老莫怎么样了？请了个女神医，正在里头治疗呢。你这是心脉衰竭，需下针医治。哇，这就是神医的风采吗？轻轻柔柔的，太有范了，要跟他学习一下。千万要拉住小柔柔，别让他胡来，毕竟他学医才没多久，在前辈高人面前丢脸就不好了。这神医有点本事，下针时带气，说明也是练气之人。不好，要坏事！且慢，再下2针，这位爷爷必将口吐鲜血。你懂行针之术？略懂1、2。哦，那你说说为什么再下2针会吐血？心脉衰竭是没错，你用的是活血之术，但他经脉有淤堵，活血太过就会血脉倒流，心脉大乱。我鬼门13针，遵循的是5行5神之法，针行9宫12射，下针没有错，且待我再下2针，绝不会吐血，只会收针并除。真的吗？唉，好吧。不可能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完全按鬼门13针的图谱来行针，为什么会出现气血倒流？老莫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柔柔，这位莫爷爷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，你就出手好好医治一下吧。你针中带气，其实已有点本事，不过道行还不足。竟然被他看出来了，这小道童有点东西。
但是他应该不会发现我是鬼门13针的弟子，学艺未成，便私自在外接单给人治病吧。也罢，此疾极为奇异，就让我见识下你的针法。这病还算奇异，普通的小病好吧？太舒畅了，一股强大的气息在身体内涌动，跟刚才那种只是蚂蚁毛的感觉完全不同，高下立见。不到10个数，这位老爷爷就能自己做起来。啊，神医呀，太神奇了！果然英雄出少年，惭愧惭愧，小女子献丑了。不知小道童师出何门？小柔柔回望一下，发现保镖们全在门外，在他的想法里，得由他们喊出来才有气势。我的宗门，你等下去门外问下我的保镖。啥？这小家伙比自己还会装呀？那小道童是什么门派？他说让我问你们。缥缈仙宗坤道与柔道人。我就轻轻问一声，你们这么大声回答干嘛？太会装了吧？哈哈，爷爷，我的名号响吧。呵呵，调皮，无妨无妨。这就是你的宝贝小神仙孙女柔柔吧？我之前有听说过，哎，来不及去看看就病倒了。老莫，好了就好，以后放开了吃，放开了喝，身上有什么不舒服，腰疼腿疼的尽管吱一声，我家小柔柔孝顺的很。好好好，老安，你好福气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什么门派？我叫顾倾城，师从鬼谷一门。两人相互都没听说过，顾倾城不了解道门的事情，小柔柔也不了解道门以外的事情。哦，你为什么戴着面纱呀？宗门规矩，女子出阁之前皆戴面纱。年纪小小就拥有超高的医术，长大了那还得了？如果现在就把她招揽过来，岂不是光耀门楣？小妹妹，不是姐姐说你那个缥缈仙宗姐姐就没听说过，鬼谷一门才是医道里面数1数2的大宗门。在医道行业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要不姐姐介绍你转投到我们鬼谷一门来吧，前途肯定比你现在的宗门更无可限量。还可以这样挖墙脚的。小妹妹，做人要有目标，不然跟咸鱼有什么区别？待在小宗门是没有前途的。这说话的语气怎么有点像光头强？小妹妹，这是医道协会颁发的会员令牌，不是谁都可以有哦。如果你加入我们鬼谷一门，只要998元就能办理，当然看你天资聪慧，这个钱姐姐帮你出了。哇，这眼前的女子长得绝美，但脑瓜怎么跟自己的二货表哥那么相似？俩人简直就是绝配呀！喂，在哪？我发现了一个可以当我表嫂的女人，长得很漂亮。咦，我这是被挖墙？不去不去，我才不跟你回鬼谷一门，你别跟着我啦。小柔柔，姐姐不强迫你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一下哈。只是我刚从山上下来，无处可去，就同情一下姐姐。让我跟着你吧。那好吧，我待会让婉欣姐安排一间给你住。徒儿，为师酷不酷？老不正经。嘻嘻，徒儿，为师年纪大了，时日无多，不及时行乐，体会一下人生趣味，岂不白来世上一遭？为师想通了，要把100年来缺失的快乐找回来。对了，你要努力赚钱哦。为师靠你养了。这老杂毛，坏坏坏！柔柔，这就是你说的。对，你俩绝配，老喜欢在我面前叨叨不停，还理由百出。赞赞赞！这种小白眼也想占老娘便宜？呸，休想！晚上，一家人陪着小奶团一起看海绵宝宝。这时，一个神秘电话打来。师傅，我是木振国，那采花贼无影道人跑了。小样，居然敢跑，这次定要打断你的腿。灵儿，快来！大家慢慢看，我出去一趟，3000雷动。小鬼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你揪着我不放？我乃魔道门弟子，你就不怕我所在宗门的报复吗？你是大坏蛋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。代表月亮？什么鬼？没听过有叫月亮的门派之类的呀。好，既然你不肯罢手，就休怪我无情。狂暴之日。哇，灵儿，原来你这么厉害，好棒耶！大坏蛋又被我抓住了，你们可不能再让他跑了哦。他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就是赶回去一家人看海绵宝宝。师傅，他怎么在这？徒儿，这是为师的经纪人，以后会紧跟为师。当然，他想学到的话，为师也会指点1、2。经纪人，
嗨，老师傅已经走红了，现在是红遍中海的滨江路老车神。未来我们要正规化运营，设计各种极限运动，并打算开通直播，把老师傅推向万人迷的境地，成为老当益壮的代表。师傅，你要改行了吗？徒儿，为师在修道的路上已经到达顶峰，不可能再进一步，去其他道路上尝试一下，也未尝不可。哦，好吧。可是师傅，如果有好玩的，你要记得把柔柔带上啊。有好玩的，为师一定带上你。嘿嘿，小表妹，以后你可不敢随便欺负我了吧？师傅，道观的改造工程因封家加大了人力投入以及我们4人的配合，进行得很快，预计可以提前完工。后勤人员的招募与培训也开始进行，主要由沐月负责，将会招募药剂师、护理、前台、厨师、茶艺、园艺、保安、保洁等。师傅，咱们缥缈道馆主打的是玄门医术，可咱们几个师兄弟全是半路出家，都是半桶水的水平，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凡常见病，我们还是劝人去医院就医，咱们专治疑难杂症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业务量就会小很多。我们4兄弟几个商量了一下，看是否能不能配置一款有市场价值的药物，咱们就在道馆批量生产进行销售，弥补业务量的不足。能不能说直接点？就是想师傅配置一款能够延年益寿的药。直接说要一味药，不就完了？若知道小师傅你这么大方，我们也不用费这么多口舌。你们记下配方：九尾龙葵草、丹参、川芎、甘草，有一味应该买不到，我先把洗浴用的匀给你们，用完再找王老板买。老头们心中狂喜不已，把药制成药丸，手上就等于多了一个强大的筹码。谁没有几个朋友？街上的老头们哪个不想延年益寿？好了，龙葵草找碗新药，让他帮忙制成药丸，比例我得空告诉他。爹地，你怎么？女儿，上次那个小神棍是怎么说的？他好像说2日后恢复如常，10日后会肝疼，20日会走不了路，30日即农历15。爹的会。父女俩皆诧异不已，那小屁孩居然基本上说中了，至少前2项完全应验。难道那小童真有天大的神通，医术出神入化？自己当时可是怠慢了他呀！女儿，尽快找到那个小神棍，不，小神医，无论多少代价都把他请过来。爹的放心，我马上去办。等等，这是传说中的还魂草，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宝贝呀，被各大医药世家珍藏，视为珍宝。小妹，你可知道这味是什么药材了？知道呀，小姐专门找来的紫光黄黄草。这还有九尾龙葵，都是小姐找来熬制沐浴药汤的。沐浴，这么名贵的药草用来沐浴，这药草你们有很多。这女人怎么这样？一共有2袋，共10几斤吧。10几斤？我的天哪，那岂不是有上百株？顾倾城开始怀疑人生了。很多医道世家拥有1株都骄傲的不行，视若珍宝的珍藏起来，而在这却用来洗澡，一次还用1株之多。自己还想着招揽人进鬼谷医门，人家洗1次澡用的药都能让医门中人羡慕到吐血。顾倾城突然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可笑，不行，得赶紧弥补，必须得紧跟小柔柔，她身上太多秘密，太高深莫测了。柔柔，你婉晴阿姨打电话来了，你接一下。喂，阿姨好。柔柔好，婉晴阿姨跟你说个事，上次那个明珠负伤病发了，他们想给你道歉，并邀请你给他医治，费用的话好商量。柔柔小嘴嘟嘟，她虽然不是记仇的人，但真看不惯他们的嘴脸。不，我不治，你让他们尽快找其他选医吧。没办法，小孩子有脾气，他不愿意出手，并转告说让厉先生尽快找其他选医。自作孽不可活，我这边也尽力了，没必要再去消耗人情，我等下就回复厉小姐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吧。厉小姐，不好意思。这帮江湖人士还真把自己当角色了，高高挂起不就是为了坐地抬价吗？好，本小姐倒要看看一小不点凭什么硬气。去调查一下那个穿道袍的小女娃，尽快给我她的资料。故弄玄虚，脾气还不小，就不信没了张屠夫就吃不了猪肉了。群儿，想请你帮个忙，家父重病，想寻觅一个懂玄门医术的人进行医治。伯父病了，严重吗？常规医疗见效不大，听说玄门医术可以根治。好，我打听下，等我消息。哼，我还不信了。这就是我给你找的神医。果然是神医，戴着神秘面纱，一颦一动都透着不染俗尘的气息。6府之内邪气横生，邪气盘踞在肝脏，根深蒂固，实在怪异。我使用鬼谷13针，可暂时将府内的邪气理顺，但无法做到根治。神医要如何才能根治？以自己的道行，这样复杂的病情自己肯定搞不定，就算我师父出手，也只能治标不治本。对了，小柔柔一定行。厉先生的病情，除身体有疾外，还有杀气入体，就算我治理了体内的顽疾，也清除不了杀气。唯有什么？神医但说无妨。这样吧，我明日给你们引荐一人，如他愿意出手，
有90%把握能治好令尊的疾病。还请神医出手相助，即使是引荐，厉家也必有后报。小师傅，不辱使命，原计划1个月完成的工程，20天左右就完成了，再过3天就可以绝对完工。干得漂亮！小师傅，工程接近完工，道馆即将开业，我想在小师傅门下谋一份差事。看在你道观建得不错，找木月安排吧。听说你认识不少明星，那就到公共关系部任职吧，偶尔引荐一些明星过来诊治，顺便提升一下道馆的知名度。如果网上有不利的传闻，你也负责处理。咦，这都是我擅长的，没问题。一行人在道馆细致的参观，一旁跟随的顾倾城觉得时机不错，就发了一个定位给厉小姐。道场好，道场精神矍铄，老当益壮啊。单女子还是说出你所求吧。厉小姐把父亲的病情说了一遍，顾倾城也帮忙做了补充。这种小问题，我师傅出马几针之内，定会病去如抽丝。师傅，原来这老道人还有师傅啊，那他师傅岂不是老神仙？师傅，恭喜啊，道馆还没开张，生意就上门了。我不是说过不治了吗？怎么又找上来了？我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呵，原来是你，上次虽然是有点冒犯，但也不至于这么记仇吧？这也太小孩子气了吧？哦，不，你本来就是小孩子。作为一名医者，我建议你还是尽快出手医治。现在可是服务型社会，有一个途径叫投诉。我想为你的声誉，大家没必要搞得这么僵吧？滚滚滚，哪来的货色，在我们小师傅面前嚣张，小心我捏死你！你，好，咱们走着瞧。寻儿，可能需要你的帮忙。就是一个小医馆，这个世界还是靠实力说话的。走着瞧吧，有你好看。柔柔，我真不知道他跟你不对付，那人的病我的确治不好，所以才推荐到你这。不关你事。柔柔啊，师傅又发现了个好玩的东西，这次别说师傅没叫你，马场骑马，快来！这老头终于记得我了，不再吃独食了呀。师傅叫我去骑马，有愿意的就一起吧。徒儿，师傅有100年没骑过马了，师傅给你表演个什么叫做骏马奔腾。我也要玩，我也要玩。人比人，气死人呀！老师傅比自己大一轮，但玩得比年轻人多花。4个老头如今也踏入了修行，每个老头弟子心中都燃起了一丝期待。小师傅，这匹可是曾经的马王，曾经在赛场上叱咤风云，现在退役了，就在这马场里养老，但仍是壮年。好，小师傅，我抱你上去吧。不用。驾，师傅，来比赛吧！驾，小白马，快点，快点，再快点！美不胜收啊，怎样才能抱得美人归呢？看来得找个机会求助一下小表妹。柔柔，表哥恋爱了，但是我爱的人他不爱我。咦，这个逻辑有点不通啊！你是看上了他吧？是，真没用，这也要我出手。倾城姐姐，我表哥说喜欢你，做我表嫂怎么样？我收你当弟子。太直接了吧，而且还是大庭广众之下。小表妹太凶猛了，怎么就直接开问了呢？顾倾城此时心里如小鹿乱撞，对唐啸他是没太多感觉的，但是老师傅和小柔柔身上就像一座巨大的宝藏，总有一些东西在深深的吸引着他。良禽择木而栖，你那个鬼谷一门，在我缥缈仙宗面前完全就不入流。你若答应我的经纪人，我赐你一场造化。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呀！这段时间的鞍前马后果然没有白费，老师傅居然帮自己。男女之事，不就是一公一母？噗，老师傅的话虽然有点流氓气，但说的倒是真理。英雄不问出路，流氓不看岁数。姑娘，风情万种的女人是打火机，不解风情的女人是灭火器。你一直蒙面示人，在我眼里就是不解风情，你这样下去会孤独终老的。倾城姐姐，我也觉得你跟我表哥真的很配。顾倾城医术基础不错，若把他收成弟子，以后会不会更省事、更拉风？咦，我入缥缈仙宗门，习的绝世医术，同时又是这个天才小女娃的表嫂，学艺时叫一声师傅，在家时让她叫表嫂，好像也挺开心的。男人嘛，反正也是要嫁的。这猪哥长得其实也不差，白白净净的，身高1.8米，看起来很好调教那种。好，老娘豁出去了。哼，坏表哥，以为跟着师傅尾巴就翘上天了。现在你老婆是我弟子，以后我捏着你老婆让她揍你。今日宜结婚，搬新房。然后大队人马就开始了迁徙行动。如今宗门已经成立，柔柔现任宗主，全权管理，我不会再轻易出手。负责人出来一下，卫生局、药监局、工商局联合执法，请配合，麻烦出示你们这场所现有的证件。这是宗教办的宗教活动许可证，这是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，工商营业执照，税务登记证，卫生许可证。
我是要监局的，要核查一下你们药品的质量以及是否有违禁药品。我是卫生局的，麻烦所有医师出示下执业资格证书。说吧，谁让你们来找茬的？什么找茬？我们是正常执法，请马上配合吧。哦，正常执法。周叔，有人利用职权找我们新道馆的茬。工商的、药监的，还有卫生的。好，我等你消息。你们要查什么？我们配合。不过麻烦等几分钟，我们道馆都还没开业，你们也不用这么着急，是不是？怎么，你们要阻碍执法吗？谁给你的胆子去查那道馆？中海市府一哥的秘书打电话来臭骂一顿，一哥很生气。你身上的皮是不不想穿了？局长，我……其他2个小头头也出现同样的情况，完蛋了，这次提到超级铁板上了。什么？一哥都出面了？好，知道了。不行，得补救。厉小姐，别再招惹那道馆了，他们很硬，硬到难以想象。最近你也别找我了，我得想办法过去道歉。呆弟昨晚昏厥过去了，难道要我低头去求那小丫头骗子？不行，不能就此被打倒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慈悲慈悲，慈善所思，悲恶所依，善恶同思，方明大道。你看咱们女儿的严肃样，那还有平时调皮的样子。是啊，是啊。在座的可否听到一声钟鸣？那是老道敲的一记清心咒，凡听到的人心中戾气皆会被驱散，心平气和，自然长生。难怪我感觉身心舒畅。我也是。哼，故弄玄虚，看起来像跳大神可笑，想办法搞臭他们，线上线下同时进行。缥缈道馆正式开业，主营玄门医术驱邪破煞，大家有需要的可根据指示牌到相应的诊室问诊，或到茶室求助驱邪破煞。我们的玄门医术主治疑难杂症，如果是一般的常见病，还请大家移步到医院去进行治疗。幼园里小朋友集体食物中毒，负责人不送去医院，反而带着大家到一家道观求助。师傅，快救命啊！这些孩子吃了山上的菌菇中毒了，医院给洗了胃，却不敢继续用药。木局，这就是你说的神医？哼，放尊重点，那是我师傅。这他喵的是在开玩笑吗？此毒好霸道，要用到缥缈七针的第7针，驱魔赶鬼镇心魂才能医治。全都出去，叫我小师兄过来给我护法。这是要挟自身之气来以气度学，功力不到位的，甚至自己都会有性命之忧。他才4岁多啊，为了救人就耗费自己身上的真气。把人推出去吧，5分钟之后就会醒来。人治好了，5分钟就能醒来。太神奇了，毒真的解了！快，把医院里那10几名患者全送来。且慢，如果你们想你们的师傅体内真气消耗过度，气绝而亡的话，就继续送人过来。众人心中一颤，小师傅这是用自身的元气来救人的呀！顿时，众人沉默，深陷各种思量之中。把人都带过来吧，我来治。师傅，刚才救一人，你都脸色煞白，冷汗淋漓了。若救10几个人，你身体能承受的了吗？什么？刚才这么严重？带过来吧。小师叔，你看，多喝点热水，应该没事。你特喵的多喝点热水试试，你全家都多喝点热水。还是按小师傅的吩咐去做吧。通知医院把人都带过来。小奶团看着小朋友们痛苦的表情，此时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如果他不出手，这些小朋友要么很快丧命，要么留下大量的后遗症。他小小的心中装着大大的善念，他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。第一个用了5分钟治好，第2个用了10分钟，第3个。开门进去。师傅，混账！你们怎么让小柔柔真气耗尽？都给我滚出去！我是怎么出来的？还有，他刚才是瞬移，太他喵的不科学了！知道天外有天了吧？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没办法用科学来解释。师傅，别说话，接收上古真元。啊，这上古真元可是宗门，一代一代掌门交接传递下来的，得上古真元者得掌门之位。师傅，您把上古真元给我了，您怎么办？这真元对我功力早无影响，就是少了一道象征而已，对你却有大用。你又在骗我了，当我3岁小孩呀！没了真元，你至少会少活10年。无所谓了，师傅早就活够本了。那我得了真元，能活多久？大约180岁。呀，那不成了老妖婆了。把人推走吧，全治好了。小奶团人心救小童，钱都不收，居然有人泼脏水。女子求医被坑，无良玄医施药治瘫等等，
哼，月儿，你是明面上的馆长，要什么支持尽管提。我们这群老家伙不懂网络这些，你放手去做。风经理，网上大量缥缈道馆的负面新闻，你这个公共关系部经理该出手了。体现自己价值的时候到了。放心，这些水军套路我熟，一方面请律师介入，一方面花点钱套出是谁指使，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幕后黑手。舆论是把双刃剑，既然他有意把我们推上热搜，那咱们来个反转，把小师傅救小童的事情报道出来，钱没收，名声得赚吧。漂亮，这个玩法我喜欢。无良庸医，天怒人怨，还我们公道。既然你们送上门来，那我就笑纳了。大伯挺身而出救小童的英雄，现在被人污蔑，还到道馆门口闹事，您看着办吧。居然敢往小师傅身上泼脏水，还聚众闹事，我马上到。全带回警局，挖出幕后黑手。我招，是厉小姐给了我300块，让我来闹事的。这下真相大白了。哦，哈哈，只花了5万块就把幕后指使的人找到了，是明珠力士集团。哼，果然是他，若是一般人还真被他们玩死了，可惜他们惹错了人，开始反击吧。在穆振国的帮助下，网警介入，一篇实锤了，冒死揭露明珠力士的丑恶嘴脸的文章出炉，一时间力士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成为了众多吃瓜群众谩骂的对象。小姐，有位自称姓厉的女人来找你，让她走吧，说了不治，你让她去找别的悬医吧。她说小姐不见，就堵门口不走了。哎，算了，让她进来吧。对不起，多有得罪。呀，你怎么变这么丑了？咦？家父昨夜醒来一次，口齿都已经不清楚了，算是病入膏肓了。哼，你张口闭口病情，在这卖可怜，为什么不提一下找人在网上污蔑我们，还让人到道馆门口拉条幅闹事？对不起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接受任何责罚，但还是请看在我父亲是一个病人的情况上出手相助。这女人心可够狠的，对自己都能下重手，但绝对不是真心道歉。可小柔柔心善又心软，我之前说过我不会救，那就是肯定不会救的。小师傅，我们错了，求你出手相助吧，求你了。哎，让倾城姐姐跑一趟吧。师傅，这个女人请人污蔑我们不能随便出手，她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。好，你负责跟她谈吧，谈得拢条件就出手救人。呀，这木月可不是什么善茬，跟他谈估计得脱层皮。不要现金，我们要力士在大陆公司5%的股份。好。好了，身体虽然有点虚，活动一下就好。哼，来日方长，下跪之辱，迟早汇报。小柔柔获得了上古真元，功力大增，于是她取出天书，翻到第2页。逍遥校校长，这么简单吗？应该不是什么厉害的东西，出去试试威力。逍遥校校长，咦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有了，找个人试一掌，说一下感受不就知道了。小菲菲，我想让你帮个忙。哦，什么忙？我刚才练成了一道新功法，但没有什么威力，想让你感受一下。没有威力。那逍遥校校长，平平无奇，有什么好事的？不过既然小师妹提出了要求，那就满足她吧。来吧，师兄站在这，受你一掌，自己要不要配合演下戏，倒飞出去？多谢师兄，看掌。逍遥校校长，这是什么？乱七八糟的掌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专门让人哈哈大笑的掌，嘿嘿。师傅，看掌。不要胡闹，这是保命的功法，如遇强敌，此掌能让他大笑30秒，给你足够的时间逃生。哦，知道了。小神医，这位老者就是我们中医界的泰斗翁老先生。什么是泰斗？就是水平位于全国顶峰的人物。哦，翁老，这位就是这次救治中毒小童功不可没的小神医柔柔小姐。小柔柔是吧？我是翁老头，这次来主要是虚心求教来的。玄门医术我早有耳闻，却从未见过。今天带了一个病例过来，不知小神医是否愿意出手治上一治？可以啊。这是我的一位好学生，却患上了肌肉萎缩，注射了西药剂，效果不明显。中医调理也暂时没找到太好的方法。筋骨受阻淤结，导致气血不畅，所以逐步坏死萎缩。用缥缈7针的第3针节脉3分枢筋骨可以治愈。针灸我曾尝试过，但效果不明显。老马，治这病怎么收钱的？乖乖，柔柔小姐终于有成本意识了。我们缥缈道馆对疑难杂症奉行的是自愿原则，以捐助道馆香火钱的形式，多少随意自便。这症状在西医有效的情况下，费用在3万到30万不等，而这病例西医无效，我们愿出10倍，300万如何？好吧。这是砭石神针。咦，他怎么认识？我华夏泱泱中华，自春秋中医兴起，共创有4大神针，
这边识神针位居4大神针之首，今日一见，此生无憾呀。很值钱吗？这个小不点怎么老是钱的？之前一套扁鹊神针出世，有拍卖行拍出5亿的高价，预购者络绎不绝。后来文物局出面干涉，此乃国宝，不容拍卖才作罢，现收藏于华夏博物馆中。那什么馆会来抢我的神针呢？这个。哼，敢来抢我的神针，我打得他们满地找牙。师傅放心，有我在，那个什么馆不敢来抢你的神针。好，知道了。好了，多吃点肉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就这么简单。以气度学，华佗在世啊，不知小神医的医术可否传承？如可，我老头子愿拜小神医为师。不知小神医可否有传承？我老头子愿拜小神医为师。这可是一直被尊称为医学泰斗的翁老呀，这不是来抢饭碗吗？而且还是科班出身，以后咱们怎么混？4个老头对视一眼后，行动一致。师傅，我不介意再收入门弟子，这样师傅会很辛苦的。对，他这么有诚心，就让他当个记名弟子吧。我觉得记名弟子有沐月与顾倾城了，还是别收了吧。虽说都是医道，但不同门不同派，咱们玄医还是纯粹一点的好。小神医都没发话，怎么冒出4个老头出来阻拦？自己也没有得罪过他们。好吧，不收。师傅，这位翁老怎么说也是医学泰斗，落了他的面子也不好，不如让他拜悬空小师叔为师吧。对，小师叔岂不是小女娃的师兄？那能力会不会更强？只要能拜入玄医门下，跟哪位师傅都是可以的。气宇昂轩，眉目中透着不凡。师傅，好，没事要多喝点热水哈。对了，明天在中海医科大学受邀有一场讲座，我想请师傅和师叔你一起出场，为玄门医术站台，让更加多的人了解玄门医术。什么是讲座？有点像在道场上讲经，底下有很多的学生倾听。有多少？因为这次讲座比较仓促，估计有500-600人参与吧。好啊，我去。第二天，小柔柔与小师兄并排而行，2人一身道袍，引来不少同学的侧目。哇，好帅的小弟弟，天生明星脸呀！这冷剧我喜欢。眼睛会勾魂吗？我沉溺了。不对劲，风头全让小师兄抢去了。哼，小菲菲，把脸挡住，你抢我风头了。小样，敢跟本姑娘抢风头，呸，没门！今天我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位玄医，那就是我的小师叔。咦，怎么没人鼓掌欢迎呢？缥缈仙宗坤道与柔道人道。还什么道人道？怎么不喊皇后娘娘道？就是翁老不会被人洗脑了吧？这种一眼就能看破的骗术，居然能活到现在。肃静，不可大不敬。哼，让你们笑个够！逍遥，笑。哈哈，好痒，这是怎么哈哈回事？不会哈，真的有哈哈玄术吧？哈哈，怎么哈哈，停下来！30秒后，笑声停止，所有人屏住呼吸，真落可闻。笑呀，我让你们笑个够，笑个饱。你肝有问题，你再喝酒的话，活不过3年。你月事不调，这就是玄门旺气之术，信不信由你们。我们走。今日召唤大家来，有3件事要嘱咐：一是边识神针已暴露，各方涌动，必将引来一场争夺。我命你们在冷夜姬的调配下，部署在道馆周围，如有敌来犯，不管是何方妖孽，都将其一网打尽。哇塞，山下原来有这么多弟子呀，足有100人吧？以后过年收红包，岂不是收到手软？二是这缥缈道馆的模式不错，此次风波过后，尔等可在各地建立缥缈道馆的分馆，3-5个师兄弟成群结队，壮大我缥缈仙宗。宗门终于不再选择低调了，这是要出事的节奏，真是太激动了。第3件事，上古真元，我已传于你们的小师妹雨柔，即日起，她便是我缥缈仙宗的新掌门。啥？雨柔，她一个4岁多的小丫头片子。有谁不服？有本事你也给我来个先天道体，如若不然，就给我服从，否则休怪宗门的家法无情。怎么，老道说的话没人听吗？参见新掌门。咦？我不要当掌门，当了我就没得玩了。新宗主都哭了，你们还愣着干嘛？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把他给哄好了，为师还有要事要办，除非快被灭门了，否则屁大的事别找我。小柔儿，这大旗就你来扛吧，想玩没门。宗主别担心，当了宗主还是可以玩的。问你想玩什么？玩抓大坏蛋吧，我是兵，你们都是大坏蛋，在这道馆内你们随便跑，被我抓到的就被我打一下屁屁，然后自己回到这道场来。虽然幼稚，但还是陪你玩吧。不过抓不到我们，你可别哭鼻子。你们快跑吧，我数到10就开始抓了哦。
9、8、3、2、1。3000雷动。快跑！嘿嘿，这样才好玩嘛。不到2分钟，全部师兄屁股上皆挨了一棍，包括冷夜姬，而且柔柔下手还不轻。太生猛了！弱小柔柔手上的不是木棍，而是一把钢刀，岂不是？这速度完全可让整个缥缈仙宗灭门呀！老师傅高瞻远瞩，用心良苦啊！宗主果然身手不凡，女中豪杰呀！对对对，实乃我宗门之大幸呀！天纵之才，我缥缈仙宗要崛起！柔柔呀，现如今你是宗主，缥缈仙宗就交付到你手上了。身为宗主，要在得到与失去之中学会成长。每一个挫折就是你前进的考验，你要坚定心中的信念。柔柔在倾听老师傅教导的同时，若有所思。